给到一个速抓的机会。但不得不小心的就是咒术师这个 OB 陪跑位，对吧？他其实是杂货商比较害怕的那一类，不光怕陪跑啊，包括你碎石区域炸一下，他这个咒像守护也能多一层。而且一旦侯下来一次这个木偶师，那基本上要把木偶师保护起来，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队伍里面是承担一个这个携带第2个化险为夷，当然也有可能看一下许安乐是开局先往中场去，不过白纸那边也是有所防范，直接上了外楼梯。对，看安乐会不会压迫2楼，因为压迫2楼你大房也不敢修。哎。想去抓沉默人，但沉默人这里很聪明，他没修啊，他是苟起来了。是的，反绕过来的话其实有点不太好绕到，2个人都没给机会，那可能开局在这个大房浪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了。但还好这是杂货商，他逛街他是有收益的，他可以攒很多的充能。那其实还是有一波去拉远身位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也不会直接下去，会在外面的那个窗户先卡一下，直接开门。木偶师这里，这是可是单向门啊，你下来上不去的。是的。一个弹射，这个也是防得很稳。而且这样子的话，相当于是外面已经有2个人修了半台阶，你才开始去给到这个追击。看一下第一个藤蔓，只能赶路。那这样的话，因为弹射是刚开局就交了，这刚好是第2个弹射，所以绕起大房来还是比较舒服的。这里要不要交个路叶？直接先交。那这个交互点基本上是玩不太动了，只能往外转，逼掉2个路易。但整体的密码机节奏也还行。碎石炸一下，身距拉近以后，感觉还是得交路易。是的，而且可能还是交的话会被闪现直接击倒。不过闪现击倒的话，其实也差不多3台2台半左右，有个地下室。地下室，外面倒是有2个化险为夷，应该会来卡盘救。就外面密码机也已经接近3台了嘛，咒术师甚至还是有一波来保人的机会的。这先开个门，提前摇表，看安乐怎么守乙。其实杂货商守乙，特别是地下室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他可以在提前楼梯那个地方开个门嘛。哦，他是想预判一下这里，叫一个重金之托打落地刀，但没打到。这波救人，先碎石炸一下，血线有点急了吧？啊，淘汰进度条比较极限，但是还是给了一刀之后救下来，难的这个救人还是很稳健的。碎石没找到，那这里木偶师也只想倒离这个地下室，毕竟化险为夷期间交不了路易嘛。要不要考虑倒到咒术师周围去呢？更多还是倒到木屋去。对他也是想倒到魔术师的身边，因为魔术师是带了另一个化险为夷的人，而且这台快亮了。大房直接修，安乐也知道你可能会就地兴起，所以往大房这边挂。但是他干扰密码机还是比较困难的，他得走到离密码机很近，然后就把密码机锁了。对，而且这个打法的话，可以让沉默人先把这个化险为夷开出来。他开完之后的那个时间，其实咒术手上那台马上就要开了。对，这样的话，你整个 OB 跟密码机的分布会打得很舒服。一会儿可以直接过来扛刀陪跑。对，他下来之后就可以差不多去往咒术那个方向去贴一下了，然后让魔术师帮忙保活，保到咒术能过来。炸到了木偶师，哎，堵住他的一个小口。看一下，现在咒术来了啊！这个时候魔术师其实可以去帮忙补密码机了。如果考虑到跑图的话，其实帮也行，得看他们的一个选择。陪跑，多一个人扛刀，多一分力量。对，感觉你扛刀上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偏稳这样打。如果说你补密码机，你跑过去，密码就差不多了。是。而且这边强摸也能给安乐一点压力。是的。其实有点处理不了这个咒术。稳住以后，但是不敢签啊。那你签了之后，感觉魔术师想打气球刀，骗了个飞轮，密码机下好兴奋，能淘汰。这波可以直接亮。这波安乐还是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开门战的时候技能不一定能用来减员，但现在的话，哪怕牺牲底牌、牺牲技能，至少先减员了。然后再来追陈某人，这里是只有一个魔术棒了。是的。我这里感觉还能再绕一下，能进点。
而且刚刚都在打团，没有人贴门嘛，门会点的比较慢。地窖的位置也是在大门附近。哦，很细节，用一个小柱子挡了一下藤蔓。这样子的话，看一下离地窖的位置，感觉有点说法。大门是地窖，这里碎石想走位躲，那没有操作空间了。这里一扭的话，其实身位就有点不太够了。是的，因为他大副那边门是在小门嘛，没有说跟咒术走同一边门，会稍微慢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平局收场。其实安乐这一把非常惊险，如果他没有果断的切兴奋的话，这一把就是个4人开门战，那到时候就可能很大概率是个3跑局了。是，对的，这个阵容你说真怕跛脚羊吗？也不怕，他们肯定做好准备了。选的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2个都防的。对，就看这局带的飞轮多不多吧。化险为夷应该至少是2个以上，谁在那防给谁吧。我觉得应该也是让魔术师去携带，对吧？飞行家现在很不同的点在于梦幻小迷这把选择大门，哎，那就有2条路选，应该更多是去幕布直接跟弓箭手 solo 吧。是，感觉这样子的收益会更高一些。虽然以前跛脚羊刚出的时候，看一下梦幻小迷，他的选择也是先往木屋那边去的。也可以压迫一下中场，因为跛脚羊它是可以后期搏发的，攒愿力嘛。不过这个点的话，感觉磊磊想要去藏脚印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他是先快跑过去的，直接追。也知道磊磊是能有机会废第一个围龙的，所以交的比较谨慎。钻过去，感觉不用交悬停就能废掉啊。这里的话是赶紧把飞行器交出来，还能进板。窥视者插上，第2个围龙要趁他这飞行器冷却期间交。哎呦，不过这里的话是有点失误了。这样要多补一个围龙的话很亏，而且这个围龙暂时还没有拿到刀。控制了一下，把围龙废掉了。然后再续出来了一个飞行器，那愿力耗了很多。问题是你耗了很多之后，其实它续的一个节奏也是比较慢一些的。那现在终于是拿到了第1刀，但这把其实他们也知道你带了一个窥视者，所以整体一个牵制压力就是以转点为主。现在就是梦幻小迷，虽然干扰到大防密码机，但是他愿力不够，下一个围龙又有飞行器，是有可能被操作掉的。而且这边的话板区也是比较多。窥视者先插到，要不先给一刀平地。但这的话，感觉飞行器可能有点不太好交，就那个点位有点差。对，因为每次钻过去有个模型遮挡。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玩模型有点不太好玩，就玩飞行器不好玩，玩板是好玩的。所以这个点的话是直接击倒，不过因为前期被牵制的比较久，所以现在已经是3台密码机。而且刚好马尾破译完大防以后，他可以过来套第1个化险为夷，这样少了一些跑图时间。飞轮，不过这个还没拿到，还是卡了1回血的，再去补大副第2台呗。感觉刚刚其实马尾本身的一个位置有点远，如果能够拿到那一刀还是挺好的。救下来，给到1刀，飞行家还有一点拉遗产的空间。最后1台选择的是2板1窗跟角落，但也不能太倒角落去，对，倒到大房2楼去。是。但这边的话挂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而且这把他们分布是想要修角落跟2板1窗的密码机。那2板1窗的那个人就得过来去救一下了。其实有点连锁反应了，就是第1波磊磊牵制那么好，你是最后一个围龙把他击倒，所以你手椅的时候你愿力也不高，对，所以导致他现在很被动，手上愿力一直不是很高，想过来强行干扰密码机，还是过去插个窥视者，但是狮子已经给了很大压力，因为那边已经知道大副已经贴过来了，那狮子要用命扛了，能不能扛到很关键，真打到了大副。先等一等吧。现在的话，其实密码机还差一点。看，哎，我过来就直接拿到刀，2个人隔得有点太开了。是。就你如果想要去帮的话，可能还是贴近一点会更好。化险为夷期间还是可以多扛一扛的，看会不会牵错。牵到了大副，那也没关系，走2步丢下来，密码机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先减员，而且他们有个问题就是在于2边其实离门的位置都会比较远一点。
梦幻小迷也能把窥视者3个攒满，这样看门战士有机会去拖一个传送，但打到大这样副了。直接开，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啊。主要是大副的位置确实比较尴尬，一个围龙到脸上，就那个点基本上是属于你摇了表都会被打到刀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前期铺垫的这么好，现在反而是有点急了。弓箭手其实也在脸上。对的。那这样的话，大门现在才刚点到2个围龙，应该能哎。 就过来没有第一时间排到周末的耳鸣，但不过这往前走的里其实还是话就有了。啊，没贴的有太边了，没排到。那这样的话，弓箭手是在梦幻小迷的视野盲区的，他传大门可以去救，魔术师也把门点开了。那这波你不逼我不走，而且现在他不一定要救。 他可以跟你去绕一下，反而是如果直接救可能会给到机会啊。这是大副啊，太能做了。你说，虽然3满是地窖，现在想起来去排一下3满角落了，但人已经换走了。不过你救下来之后，其实2个人都还是卡在角落附近的。愿力不太够，他可能只能杀一个人，而且现在反应的好像有点晚了。对，如果一开始排完，其实3板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往椅子方面去排一下嘛。 对，现在他必须一个围龙快速把周末处理掉，然后再去小门拦大副。但是好像不太好处理掉吧？要再钻要晕，甚至你挽留的话龙要掉了，要20秒后结束了，小门再点，难道说这波周末还有机会操作个3跑出来？但挽留还有10几秒，补上一个飞轮看一下，撑不到了。 但他撑不到，他撑出来的一个大副点门的时间就不错了呀。是的，那大副能够点开门，很惊险，只能说。是的，那也是能够去完成一个平局。但这把其实我觉得对于梦幻小迷来说，他们那个开密码机是有风险的。一个视频，就是梦幻小迷坐在前面，然后真人9在后面一直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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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的那个样子。OK， 看一下他们这局。 因为其实看上来，我觉得求生者那边选的还空军是起点，然后是病患在终点，跟鬼屋的飞行家还有桥上的守墓人是2种选择。开局坐车，还有一种就是先在起点先玩一下短板，等你踢的差不多了，我要么开枪，要么吃一刀坐车。看一下许安乐过来是先找一下起点站的白纸，那白纸也没有果断开局就做，还是先。 周旋一下，把这2块板一下架回来，第1枪直接命中。那准备坐车。许安乐感觉已经是有点想扭掉那把枪了，但是还是空军，因为身位会比较近一点。是，没人点，而且位置在内侧，所以说慢慢一过去还是要花点时间的。好，那进板，就看这个短板博弈多久能拿到第1刀了。不下。 这一圈应该是绕不了了呀，不敢翻的，还是要先给刀。而且拿完刀之后，其实因为拿到时间还是比较偏快嘛，就不太能够去回去了。对，坐不了车，就只能去在这个板子玩到底了。飞轮，死亡板了，就这块板，一个回速。技能的话也是没有吃出来。 而且像这个点位的话，他挂到2站上，就看一下是选飞行家过来，还是说守墓人过来，因为其实2个离都还挺近的。先看一下许安乐往哪边去压迫吧。那如果说你是压迫桥上那边，我可以让飞行家修完之后过来，就刚好。对的，就往后撤嘛。这边你逼道具的话，那就很有可能被无伤。回来，陈仔已经蹲好了。 有个很快速的救人方式，算了，到角落，就直接拉走就行了。看那种高燃减级飞行家救人，你知道吗？无影手，就直接快速救人。对，直接就一个悬停加背包，然后加掏人，然后再潇洒离开，很恐怖啊。最后一台是选在了起点站附近。 最后2台其实也在修了，所以说这一把再掏个化险为夷还是有一点机会的哦。
想强行往外挂，有摇下来的可能吗？再震颤一下，哎，还是挂上了，早了一丢丢，那这可以逼救，就不让你卡血了，因为你刚刚交过铲，回速。对的话可以继续再绕一下，但是绕不了多久，因为他肯定也会先去逼你救，还是要扛到。哎，化险为夷，卡滑梯，无解，移形能上去吗？就只能硬卡一会儿。20秒后的事儿了，很恐怖，两边各留个影子，这样一会儿逼你下去。哎，但是被骗了。那现在的话，其实密码机也快了，而且现在白纸这边的博弈很稳定。看一下这波，还差3、4秒，飞轮还差一点点。飞轮好了，其实这把就压好了。对，只要牵起来，那应该还是能够开门战前解元。那后面守门人有铲，2战是有车的。哎，这个尹袭演了一波呀。怎么还能没了呢？他想要去移形，看到了远端的承载。哦，他想多抓，只要这一波把承载快速击倒，然后你起点是卡住了一个守墓人的，但守墓人好像去坐车了。守墓人好像是走过去了，看一下他是怎么过去吧。走桥。回速，想去起点看一下守墓人在不在，但守墓人早已不翼而飞。这里主要是移形过去，如果你能快速击倒飞行家，其实是能够去拦到这个守墓人的。对。但因为承载那边也是拖了点时间，所以整体看下来再绕过去，身位也差不多够走终点门了。那最后的话，把飞行家挂上，守墓人跟病患能够安全离开，就是个平局。两边打的是有来有回啊，上来3个小局都平了。震颤无论是选了一手喧嚣。跟他 BP 展示出来的还是比较相像的。你说现在谁要搬这个逃脱大师，10有8九就是喧嚣了。对，因为开局完全追不了，而且你包括救人位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是无伤啊。他就走过来，你心里来的。哎，我看一下这把，喧嚣是选在了终点站旁边，想要去跟终点站的求生者比一下。啊，那不得不说，玩病患的这位选。看一下，直接明牌找终点站的周末。双重惊喜，看扭的怎么样？那没招，对方放的好，不是你能扭的。主要前期的话，其实惊吓标记上的比较快，基本上是10秒的时候已经上了2个惊吓标记了。对的，还带了掌控欲落地，还有小加速。反绕过来，要盲抽双重惊喜吗？其实我感觉是可以来那么一下的。哎呦，那前面还有机会扭了一下，风险很大，我只能说没抽到的话，那他飞进去你就没机会了。我觉得是可以压迫过来，你交钩以后，我再远程双重惊喜，要有视野再去交。不过其实他也是看到了周末他进板那个身位嘛，所以大概是放了一下，但是周末那边是扭掉了这一下。哎呦，第一刀有了，那现在交钩回终点站没用了，因为移形也好了，所以干脆是交钩玩板。先把窗台交，空中飞人拉近，差一个标记移形，迎过来想补，这波是直接击倒了。密码机的话是3个半台左右，那击倒还是比较快的。但这把是通击到了这个气象，本来是想安排磊磊过来的，现在可能有一点点小压力吧，得交一下道具，或者是说狮子过来帮忙互相对分担一下压力才行。可能分担一下压力的话，相对来说不会那么难受。不会双倒风险非常大，但也并不代表没有。感觉想贪想的，算了，毕竟病患还有一个钩爪呢。这的话还差一个粘土舞台惊吓标记。想倒到对面去，不要一直在半场牵制，这样容易形成半场3连之类的。那现在的话，其实，一开始的3台是差桥上佣兵的那台。对的，佣兵已经兴起了一台帐篷的。反正你终点这样的密码机都是要修的。
加上你这把其实密码机的分布是狮子、帐篷加桥上的这3台。哦，有一个空中飞人直接贴脸，但是你飞出去，我觉得空中飞人又可以贴脸。是的，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双倒的风险的。有飞轮怎么说？操作一下。想看，哎，飞轮掉了，伤害了，没有给到这个双倒，那可以去找一下佣兵。最后一个钩爪得交啊，得勾火木马，火木马是很适合钩爪去交的一个位置。终于是击倒了，其实拖了也是挺久的。把佣兵的状态先调满，那他其实也是知道你气象，包括你刚刚是给到了一个通缉，所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视野，过去直接去向气象的节奏。虽然强风推到了，但是不好拉开啊。而且他拉不走的话，就得卡住帐篷跟桥上这2台遗产了。是，这个位置空中飞人过来，直接被击倒。刚刚救人的时候，飞轮也已经交过了。而且因为你又调了一下佣兵的状态，所以帐篷那台是少的那台，多的是对面起点站的那台。我现在知道你佣兵在修帐篷，我直接过来续你的节奏。已经2阶了，现在每一波救人都有很高的一个双倒风险。现在外围没双倒，那也有可能就是没26空间。是的，外围的话你还得熬到火灾，得坐车过来才行。还怕震慑。那你现在的话，我肯定摊你一个双倒，你密码机修不完了。强风推到，但是也不好溜啊。然后这里能拖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火灾一个人是要去补到2台1半的密码机，就只能指望这个蕾蕾多拖一会儿了。只能说气象操作空间就这么大。但是其实拖出来的时间也差不多有个化险为夷吧，就相当于有一个化险为夷，但是佣兵又给了一波双倒。火灾调查员来救，但是他刚亮密码机位置是知道的，看这个飞轮能不能规避个伤害了。只靠一个球去拉近距离，我觉得还是很难救，而且火感觉离得太远了。还好把气囊交出来了，走位。现在佣兵是起来了，但是得熬佣兵修半台的时间。电飞轮，哇，很稳，马尾。但是还是造成伤害。最后一个空中飞人过来，哎，但是还是被击倒了。哇，那要4抓呀！这边梦幻小迷要率先破冰了，他也是知道佣兵的一个位置，佣兵也只有一个护腕了。其实刚刚马尾的那波救人已经是能活到椅子边上就不错了。只能说他的操作空间上他拉满了，其他的就是梦幻小迷的问题了。那难的实在太远了，太秀了。看一下弹一波护腕，但是感觉这个进度条应该是要倒在椅子面前了，因为佣兵他的那个时间，他救人要读条嘛，他读不完那个条就要倒了。怎么说呢？好抓的呀。但是他不得不说，有棉阵真要论4抓来说，他是大的。而且这个角色的话，因为他前期的机动性会比较强，所以他是可以去硬要找到自己想追的人。那个点，如果你要去抓幸运儿的话，其实你要看幸运儿一开始能不能身位够不够去进到那个长窗。对他，其实我是觉得啊，躲破轮的上次空地也挺好躲的，你得骗他的轮。骗了以后，看一下许阳的这边直接切轮，然后想要去找一下白纸，不过白纸这边是已经卡到了墓地的长窗，所以有点不太想要追了。回来想换一下陈某人，但这里也有个小短窗，不好上刺。而且他还是个杂技，就更加的是增加了一层容错。想上2楼针对救人位。你总没飞轮吧？啊，确实没飞轮。而且他得就是翻的比较早，所以他得去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翻。但是因为是确认了一下，所以导致他也是卡到了墓地的长窗。一个长窗2个人玩不了，但是他不知道有2个人。再过来，第1层次上的时间就很晚了，可能1分钟才能上1层次。但其实外面已经是掉了半台机了。对啊，因为外面小说家那边你是一直没管的。你哪怕密码机就没修，监管者也是纯亏。为啥？破译加速会来的比往早一点。而且目前的空地牵制，其实陈某人是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哇，这里还没有给到机会。空地一直在骗。但这个节奏已经是有点慢了，1台半都来了。
想用后背去滚，但是一点都没有抓到，而且这一波武士可以直接跳球的，你得闪开了。你不闪开的话，这个更是追不了。对啊，你开出一阶，你开个长刺才有机会。但前期这波牛走位已经是拖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密码机已经有2台了。我就算现在被你快速击倒，我已经是把这个闪现吃出来，一点都不亏。还没上到，上到1层。哎，这个夹子可以。是的，终于夹到。那密码机来看不是很多，但是追击时间其实已经接近2分钟了。其实密码机也已经算挺多的了，因为它这个时间是小说家修完第1台，已经开了台新机，你得把后期跑图开新机的时间也算上。机械不是那个幸运儿转职的机械是已经铺开了。对，而且这个的话手上还有个香水，我直接可以是打椅子了，无伤还能扛，给到1刀开出2阶，那只要能长刺滚到杂技，那还是有机会快速击倒的，因为杂技没带飞轮。那其实这个时间只需要把多的那几台拖出来就行。安乐很稳，他怕你有飞轮去躲的这个2段。所以还是干脆自己上刺，但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也操作不了了。但拖出来的时间是已经够了。看一下压满之后，想要南过来救，只要掏个化前唯一，感觉机子就快够了。一个迷烟炉看不太见，哦，伤到了1层。但这里的话，因为他贴的也是比较早，所以救人上面是拿不到什么机会。对的。哎呀，还有被动，难受啊！现在闪现也拖不到，因为刚刚是拖了很久之后才被迫闪开的，所以导致你闪现的一个冷却时间也比较靠后。直接拉开身距，不给你悲观。那密码机最后1台90，再换位换到后面去，只能再进行一波辩论。机子已经快压好了。应该是娃娃压的机，密码机已经压好了，不是娃娃。悲观，然后直接开，但现在承载还在脸上，没挽留啊！承载说给你打，有闪现，另一边再点了，对，还是得给这个杂技先上刺才行。他哪怕击倒还得有时间挂飞。甚至这刀没拿到，还吃了闪现，干不过去啊！只能挂飞，挂飞以后小说家已经走门了。那边的话也是3个求生者出门。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大场的胜局已定了，因为哪怕他在应对 OB 位上面，我觉得是有点压力的。不怕，至少是倒地 OB 那一波不怕，但他怕陪跑啊。对啊。就是直接过来 OB 嘛，而且你像前锋，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以及 S 版的幸运儿。哦，还是选在右下。那开局这个选择的话，其实2个角色都可以追。应该是抓幸运儿，幸运儿不让你在外面，成长心太高了。是的，就前期先帮你摁倒。哦，这样就只能抓勘探来了。而且这样换了一下，哎，又换回去了。好。好，锁定了。那开局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你可以，哎，不过过来的话，奇岩有点不太想要去找甲门的幸运儿，想要去找一下狮子的入殓。真抓入殓啊！倒是杂货上抓白板，就这种没有牵制道具的角色会抓得很快。那相对来说，前锋跟勘探员幸运儿都可以过来陪跑，走位扭不掉，第1刀给的很快。是的，那直接把自己的一个灵柩距离拉开就行。因为其实入殓它本身牵制上面是相当于一个白板牵制，它是那种体系角色。其实这一波前锋就可以来了，藤万咬到秒了，击倒的很快。但本身前锋其实是还在2楼破译的，可能也是考虑到你前期密码机比较少，所以想让他再多修一会儿。因为
为你 OB 位再怎么过了 OB， 其实前期还是有一个1台的任务的嘛。直接反。但要拖的时间可能还是得拖到他们先把第1台修开，会更好 OB 一些。对，是没炸到。但第1波是没吃技能的。移形没敢翻，前锋来 OB， 但是倒地 OB， 我们前面说到，其实杂货商是不怕的呀。哦，撞下来了，直接撞下来了。骗了一下飞轮，气焰还是很稳的。先交一个藤蔓，这角度拐得很精妙啊，熟练度很高。但这波没撞到。你强行要操作杂货商，那就是这种下场。可能1次撞下来是有一点抓住了机会，但是2次的话撞不下来也是比较常见的。毕竟人家就是撞下来收益也不大嘛，那个人还是得倒。然后也是切到椅子面前，不过马尾这边是已经贴过来了。飞轮第1波，再把碎石扭掉。最后一点时间了，重金之托打针对，但是刀比较直啊，甩不起来这刀。没办法，杂货商中间砸，因为杂货商它本身的刀器也是比较窄一些的。那这里可以再丢一个磁铁把它吸回来。可以，这一波的吸只能换抓了，硬把这个入殓师换出去了。但入殓师被救过1多波的，他是可以有灵柩去画勘探员，但得有一个人先去救一波勘探。那现在满状态的话是只有幸运儿，然后前锋再去找娃娃摸。那这一把的话，求生者是回了一口节奏啊。只要幸运儿这波救人不出问题，后面前锋满状态甚至也能 OB。对。但其实现在启言这波手椅没什么效果的话，他可以直接传送去找狮子。雪香很急，可以卡过半。飞轮，这边不敢救，那过半了。还没救下来。这个也是杂货商他本来在手椅上面的一个说法。对你来的太晚的话，他是很有机会去拖时间的。而且启言的藤蔓的命中率很高啊。启言他确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就比较适合去打一个追击型的监管。再缓挂。对，前锋那边反正没人能救了，入殓就已经附龙反生了。看这个藤蔓怎么说？没飞轮的情况下，但勘探员其实。哇！兴奋过来击倒，切兴奋，先减员，给前锋画了个灵柩。那前锋的话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起不来啊。然后后面也不会管他的。那这个灵柩画了跟没画没啥区别，摸起来吗？来得及吗？摸到。那起来了怎么活呢？而且幸运儿那边其实还是要过半呀。哎，打椅子了。这波补益的还是很好的。只不过是密码机确实差的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幸运儿已经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了。啊？那这波把幸运儿挂飞之后，其实外面2个人想去调一下状态，密码机差的也还很多呀。对呀。其实基本上就是只要启言有耐心，能够慢慢自抓的。看一下前锋的话，目前想要先往墓地那边靠一下，但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排人，然后开始追人的时间。那前锋那边他是多一个灵柩，倒了之后还能去反。我觉得这波灵柩还是得考虑去交了，不然你没有绝处逢生，可能这把更难运营。拿过来，先扭了一下，但是还是有1刀。
但他要拖的时间得拖外面3个半台，刚刚修完1个，也还有2个半台，所以牵制压力肯定还是比较大的。直接先交球，那边已经是碰上了第4台遗产了。那启言也不着急嘛，只要上面写着是2台密码机上位破译，那始终不是压机子，对吧？慢慢再处理呗。而且这个时间上面的话，感觉就是已经快到极限了，已经有点牵制不动了，因为你把球都交完了。对，返了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不过还好，奇言他是已经切过一手兴奋了，所以也给到了一些牵制上面的身位。前锋如果再倒的话，会不会直接倒地淘汰啊？入殓师可以蹲地窖。好像还没到吧？2个人的话，他可能中路推理会看一下入殓那边淘汰的很快，修心机嘛。反正现在你能抓的也只有前锋，就是这个还是能够帮助求生者找机会去跑一个的。对，至少这个逃生率还是可以提升一点。哎，绕了一下，但是绕到了一波大的，直接是2个人面对面，再加一大口。对，加一口，但是也还有一定的淘汰时间。守住地窖就行。入殓师、化险为夷跟双弹都是暴露过的。直接先开门过去。那前锋那边其实倒地进度条也真的还有一些。入殓师他本身的一个状态也不太好，一个碎石球就会收走了。同万，这次扭掉了，但是时间还需要拖很久。现在前锋的话已经快了，但这一波倒地淘汰的话，地窖是秒开的。对，但是感觉前锋那边还有机会啊，所以是有点熬不太住。那最终的话是牵起来了，拿下一个4抓。那其实，在第2局跟第3局都是拉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分差。那也是恭喜斗武获得本场比赛的最终胜利。对，还是比较做的有针对性的，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打在了跛脚羊这个痛点上，对吧？可能我弓箭手的一个撕裂值在你笼子位移的时候进行一个叠加，包括像我有时候只能拿半刀，对吧？时候这是咒术师，包括教授的被动都可以克制到啊。所以集装箱那边的大副，然后木屋的话呢，跛脚羊直接站到了一个10字的位置，保护飞行家其实是可以的，因为飞行家的话，他和跛脚羊我觉得算是一个互相克制的关系，就看你这个喷气背包交的好不好。哎，而且。好，进入比赛画面啊，看，反正前期是一个积攒愿力的过程，往中场方向走的话呢，点上就是小说家。对，487已经开始在拉点了，而且拉的方向是连满一窗，不太干扰队友。但是东玄这边好像是并没有想起对小说家，而是把目标调转到了大房的飞行家。对，东玄想了想，果冻的飞行家选择大房肯定是有原因的呀，我要不要去吞他一个化险为夷，是吧？搞不好没有牵制天赋，看这边窗弹射是没用出来，对，那这没有。对了呀。这个事儿就有点被逮到了，说实话。看技能，看他的喷气背包怎么交吧。哦，反应很快，很极限。哦，但这个笼子要废了啊！那就再补一个笼子。第2个笼子能拿1刀。笼子的话，第3个笼子是比喷气背包 CD 先好的啊。对，所以他可能得交悬停去续一下自己的喷气背包。对，稍微续一下。不过现在也差不多续出来了。跟钻过去，哇，交悬停，然后再跟钻，再交一个喷气背包，反应很快。哇，不过第3对，因为他的第3次喷的话呢是没有选择继续去钻笼子，而选择往一个切线的方向去喷，所以导致给东玄一个闪现距离啊。但是我觉得 OK 啊，反正逼出闪现，对，能接受，而且是一个纯博飞行家嘛。对，飞行家的话已经很努力了，而且飞行家这一局有回光返照啊。如果说有一点点26或者有一点点36的话呢，回光返照可能还能用。
但是呢，他们是因为大副被通缉的缘故，所以派小天这边先来进行第一波救援。对，但是没关系嘛，反正就是能不能让飞行家再把这个喷气背包给用出来。现在东原手里愿力是不够的，但是木偶师这一波吃刀的伤害有点多啊，因为他没有来得及摁第2段路易。对，而且是没有化险为夷的，一定是需要你的飞行家再多牵制一会儿的。立一下，对，但这边是一个单向龙啊，先交了。哎呦，黑龙，对，钻不过去，没办法。其实就是刚才第一次钻那个位置是可以钻的，但是有点歪了啊，没有办法。但是也很难了。对的，对，很难溜动了。但是这波你看大副的身位还是被通缉，再加上很远，千里之外的一个位置，还真是大副这一波的话，确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得需要大房那个求生者去跟他打一个配合。对，给点压力，要不然的话，大副是很难近身的。那东玄也现在也是且战且退啊。这个血线可能不太方便能救下来了。救了，那这样对于成都狼队来说很亏啊！这相当于大副直接开始26。对，大副可能是考虑到想把自己的那台电机摊开之后再来进行一波救援，但是没想到又通缉了他。对，但是2次通缉都通缉到大副的概率非常低啊，所以说小明这边也是觉得内心有苦说不出啊。哎，这个非常精彩的板区博弈。对，博弈之后废掉这个笼子，这样东玄的话愿力值稍微有点续不上了，还有1个笼子。好，拿到半刀，先开出一个2阶，增加点愿力回复速度。那就看能不能尽快续一下大副的节奏。对，再交表，那这样传送好了，直接传过去是小天的木偶师，而且是一个1/4状态，没有办法交出路易。哇，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好牵制了。哦，反应好快啊，东玄这一刀出的，直接是钻过笼子，奔着交互点就先出一刀，管那么多呢。那这样子的话，第2手节奏续的也是比较快的，而且也是压到了木这台一产，只能被迫新起。是的，不过好在大副已经在起最后一台了啊。那这样的话，小说家准备先执行一波救援，然后外围小说家那台大一产先放一放，以免让东玄知道他是从哪个方向过来救的。487这边已经贴到脸上，后撤回来交一个隐喻换位，再钻过去，这刀能拿到吗？飞轮顶掉这一刀。快。这个笼子好像不一定能救啊，这个位置。这刀能打到吗？打到了！哇！那这样的话，这局要奔着4抓去了。对，可以看得出来，这局在救人处理上，求生者可能没有，就警惕性不是那么高。对，但是我觉得487已经很努力了，他已经提前放弃了自己的密码机，然后提前贴过来。你想，他要救木屋的人，当东玄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木屋，就这都没救下来。他既用自己的输液去规避到了一波后撤跃龙刀，又用飞轮化解掉了第1个笼子，但是呢，还是因为距离过远导致救不下来。但东玄有3个笼子，这没什么理去。对，就是你秀固然很秀，但是我的愿力值跟我的愿力值去说吧啊。那这波的话，看求生者能不能通过推理注目这个效果打一个跑一个的。对，就是多次击倒啊，每击倒1次涨25的一个进度，有可能是一个地窖秒开的情况。但是的话，小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被发现了，好在手里有个香水，稍微能牵制一下。香水摁到了，那直接拆笼子，你打不打吗？不打我就走，然后在最后时刻回吗？不回，反正是一个半刀啊。但是其实他这个状态，无论是半刀还是1刀，他都是2刀，对吧？对，除非你这一刀还能给一个半刀，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是。一个后撤过来，板子博弈一下，走一个8字龙，拆龙跟钻。东玄这边一点也不着急啊，优势确实是在东玄这边握着。那现在就是可以把大副往小说家那个方向去牵，去找一下倒地的小说位置嘛。是。先放个笼子。哦，他想放一个2连笼。哦，先锁定小说家的位置。对，先找。啊，我也以为是要牵过去的，我以为是要牵过去的。东玄想了想，还是不牵了，不那么着急是吧？只要锁定了你的位置啊，自然还是有机会找到你的。哎，应该是看到了吧？这不对吧？哦，看到了，看到了，但假装没看到。哎，等一下，真假装吗？那装的还挺像，你别说。应该是看到了，然后知道你小说家倒在这里了，然后再回去管大副。还真是。那小说家该起也会起的，现在就是大副小说家他手里都是有自愈的，你敢挂一个，我另一个肯定是要起的。对，他们要自起的位置最好是选在靠近地窖附近的位置再自起，会好一点。或者说我可以靠近一下密码机，我偶尔摸一下，消一下乌鸦，对吧？然后再溜达全局，整个地图这么大是吧？东玄得起了吧？果然刚才是看到了，哎，并非，但果然就在这附近。
哎，你说487这波他这个不交这个自愈，应该是有战术安排的。你交了自愈，耳鸣就起了。对，得交了，交自愈了，真得交了。吸一下隐喻。哦，这边没笼子可钻，再跟钻一次飞轮。交飞轮。但地窖位置有点远啊。哇，这个刀躲过了。但还有第2个笼子。是，其实还有很多个笼子等着他。对，这也没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那这样的话，东玄是先手完成了一个4抓，非常干净利。我虽然说可能没还4抓，但是我好歹也是个3抓。然后万一说拿个杂货商真被对方给拿捏了，是吧？这可能就到后期就不太好翻了。8比1，你说这事儿怎么闹啊？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宠爱拿到这些比较强力的角色，即使说翻不回来，也要金签制的。对，还是那句话，看你这个包裹里到底是啥，是吧？你要说上来是个香水的话呢，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就是这个力气没有那么大。对，反正来了，看一下。玉林这边幸运而去。对，开局的话，玉林他是想着啊，得许愿了。这事儿闹的，你说？我觉得他应该是许愿失败歪出来的香水。那总不能是许愿香水吧？这，过第1刀就直接选择拿了。对，那这样子香水的作用可以说是发挥到最大了。太有用了，这香水啊！现在说是许愿的香水我都信了。当然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也是不容乐观，因为第1刀拿得快啊，第1刀拿得很快。这样的话，虽然说愿力有可能续不上。但是呢，也要看一下玉林他能不能再多溜出1个笼子，因为现在相当于还是1个笼子能拿到1刀，因为他拿刀的速度太快了。对，就是宠爱觉得我也不跟你讲那么多了，反正这刀我不拿白不拿，不拿也是被笼子被你拆掉。好，直接过来再拿半刀。下一步博弈的话，对于玉林来说将会非常艰难啊，无论是1刀半刀都可以。这个地方是有机会能放个飞龙的。对，就看玉林能不能把这个技能给逼出来啊。闪现已经好了，嘿，玉林，他这是预判到了监管者会闪现到对面去。我猜是这样的，当然这个还需要选手本人的进一步阐释。应该是的，因为队友会跟他报闪现什么都好嘛。对的，对的。哇，这一波确实太天秀的操作了啊！太天秀操作了，甚至我们解说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他这波反向盖板的意义。对，这招的话就是只在我的理想状态下是想过的，而且在这个皮革厂里也是见过的。对，但是你说职业赛场上的话呢，确实不多见，不常见。对，就说明选手灵光一现的能力非常强。哎，稳定刷出化险为夷，那就让玉林再去导到靠近第2个携带化险为夷的队友附近。对，这一局就是有化险为夷的好处啊。玉林的话呢，往2板一窗方向走，那边是少天的第2个化险为夷，对，第2个化险为夷啊，他是一个化险为夷加飞轮，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一个天赋。画上之后，教授这一波其实救人压力基本没有什么，不是很大。对，因为你已经闪现交过了嘛，对吧？对，也没有什么拦人的手段，而且教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不怕拦的角色。对，但是呢，大副在大门修技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压力啊。看看这个表要不要交？哦呦，好准的一个利用通缉的优势，一个笼子直接过去对，过去直接就1刀啊，非常的快。少天这边想了想，还是选择救下来吧，保自己一个无伤。对，相当于大副这半状态是换的是少天的，让幸运儿导到2板一窗附近。对，导远一点，然后大副被教授摸一下，调整一下状态，2个人过来。密码机的话，这一局2板一窗还有一台小遗产50多。玉林的话导的真是够远的，你看化险为夷多有用是吧？对的，上一局真就少一个化险为夷。这样子的话，大副的状态调好，还会差最后的1台半密码机。对。但是好消息就是比上一局的好消息就是3个人都是满状态，而且3个人都有道具。对，上一局的话就是木偶师状态太残了，而且第一时间你是没有办法去衔接上第2手节奏的。对，因为我现在这个技能还没有转好嘛，我只能靠我的溜达去找。现在的话愿力上限也没有那么多了。现在满愿力你每找不到人1秒钟就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而且你可以看到大门是教授狗狗碎碎卡的这个点位也是要刁钻啊。少天直接开蹲。哎呦，这还微调一下身位啊，保证自己完美的藏进去。哎，看到了！哎呦，看到了！放一个单向龙。哇哟，少天砍到了，那足够把这个笼子拆掉了这个时间。再交一个笼子，博弈。哇，被抽到刀了。那这样子的话，只能看这个飞轮能不能再废掉一个笼子了。对，或者说我要不要藏一藏这个飞轮？
对吧？我要是不交这个飞轮，你可能就不会对我萌生一个打针对的念头。哎，对的，把自己的天赋隐藏一下。对，藏一下也可以。然后交的话，你要是说能折到压好，我觉得还行。但是很明显够呛能到压好。那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这波救援的时候直接切传送。虽然找一花，但一花的话手里还是有道具的。吃一刀，然后再摇表。远那边密码机也是没有办法亮了。大副现在交表，然后去拖一下这个时间，然后远也放弃自己密码机，赶紧过来救。啊，那这样的话，这2台密码机离得太远，补密码机是个问题啊。对的，而且你看他从来等你怀表遥控器的时候再去想击倒你这边大副。对。不过这个椅子应该是放弃手了。哎呦，摇到了，格龙，笼子摇到了。一花这边的话也是很刁钻啊。那就想办法拉走这台2板一仓遗产吧。对，直接拆啊，没办法，拆不完这个轮子。对的。2板一窗挂上之后，密码机能不能再稍微摸2下啊？远很急，应该可以。密码机是86的，摸到95左右。92、93、94、95，要强开。97、98，变路易强开，反正不怕震慑就开吧。这样子的话，再派少天去压那台远处的密码机，就有一个3人开门阵。哎，给到一刀，那台密码机也将压好，而且脸上2个人都有化纤维仪，这局局势大好。对，直接通电，回合反绕起。没事，纳雅，八字龙，对，这波是计算清楚的一个八字龙啊，肯定不是狡猾了啊。那这样的话，挂到大房，传送时间还有10秒，可能得先往中场走一走。对，门应该是能开的，就看宠爱这边要不要好了之后犹豫一下，上楼啊，登高望远一下，选择了传大门。哇，他这登高真望到了远吗？这一波是。不过还好，洛老师可以摇出路易。对，他还能稍微溜一下，但是我觉得这局走一个就 OK 了。你看人家少天就一点没有犹豫的感觉，直接就跑了。对，少天想想我在门口还等什么呀？是吧？大家同事一场。好，那这样的话远应该也是很难溜了，只能说是为自己的数据再增光添彩一下吧。过去，好，有点牵制时间。那这样完成了走一个目标，但对于宠爱来说，我觉得也能接受。毕竟比分就像我们赛前预估那样，你如果说还不了4抓，起码是个这个歌剧看见古董商一眼望到头了，这个阵容，对吧？哪有哭泣小丑病患什么事儿啊？对吧？所以咱喧嚣的话，我们只能说还是梦一手可能，对吧？但是歌剧的话，确实有点一眼望到头了。对，其实2.5站，对，二站去这个点这个站台嘛，对吧？点这个站台，然后而且2.5站那边有密码机，有可能有密码机，是吧？那你2.5站没有，你2站总得有吧？反正就。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那往起点方向走啊。是古董商开局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利用自己的空地那个棍子博弈吧。直接坐车吗？就是可以先利用一下这种自然景观啊。佣兵一块走了，开车走了。哦，你看这月亮河就是比较适合这种欢乐的氛围啊。好，那2个人的话也是分开行动呗。没有，还一起走，都走左边，因为往右边走面临监管者，是吧？想了想，还是过一会儿再分开。虽然电机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可以确保开局身位比较安全。对，我的密码机慢，但是我的追击也慢呀，对吧？但是喧嚣这个张狂，它是慢慢在涨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得先拿到一刀，要不然你要干等的话，确实得有一段时间啊。双重惊喜命中了1个火球啊，单重惊喜。这边移形已经好了。又看到一颗干冰，可以啊。那这样一个提前抽刀的话，相当于双重惊喜，刚才没空一个啊，2个都中了。夜雨现在得骗一下穷水这边的飞轮。哇，没办法，这边是有2个舞台的一个合并啊，把最后的黑球给补上了。交易空中飞人过来，古董商2个球了，回来，哇，飞轮再打，先打一个4秒的一个止戈。交出移形吗？过去，这个移形好像是就为了凑一点点距离交出来的。对，这个距离凑的非常微啊！我甚至觉得其实走过去应该好像更快一点。哇，这个走位还在扭，还在扭，只能交一个旋转了。哇，那这样的话，古董商其实还是很努力了这一局。对，1分43秒的一个击倒节奏。对，刚才主要交移形的时候，古董商已经远离能下板的区域了啊。可能夜雨这边想用这个门去压迫一下，对啊，通缉到的佣兵救人位。
但是佣兵是不害怕被拦截的，对，佣兵可以算是怕喧嚣，对最不怕喧嚣的一位救人位之一了。哎，不过好像是战术上起了一些变化，少天过来依旧，已经拉火箭了，能看到吗？夜雨完全没往这边看，哇，被偷袭了，忘救。那这样的话也不陪跑，我保自己一个满状态走了，而且的话陪跑古董商收益也比较低，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止戈时间。对，这波无伤救可以说是对于穷者来说太赚了，超级赚，真的超级赚。喧嚣的话，它手蚁有时候是可以追双脑的存在，对吧？尤其是你挥起小手，如果说我把我的火箭交了，而且空了，那么你到就是你落地之后，你会发现我没有什么手段去抵挡你这个双脑了，啊，所以这一波的话，主要夜雨他的视角完全被刚刚的一花给吸引了，就老觉得一花藏在哪个地方蹲着，过来一个护腕弹偷我人。一花现在真的藏在某个地方要来偷人，现在真藏，刚才藏不了，刚才主要通缉啊，对吧？现在的话努力藏。你看一花就很神秘，看到了，直接突然过来，对吧？你看不知道哪个角落弹过来，莫名其妙就拿到了一个救人。这边能双倒吗？够呛啊，躲掉了。对，啊，叫空中飞人手里的话还有机关销，两段都交，还可以拖时间。是，但是这个机关销的时间和化险为夷重合了啊。就看没事，他只要在倒地之前确保说我手势物全部都物尽其用就可以了。对，这样也是不留遗憾嘛。对。哇，确实，玉林的话也是在努力走位。这一局的话，你看，佣兵马上也变成满状态了。对于跟上一局有点像，就是又挂飞一个人，又3个满状态的跟我玩。这边通缉到了酷役小丑，看要不要直接移形跟上呢？移形，密码机亮了，要不再考虑考虑。那就得逛了，那就得说是我先用空中飞人赶路，再锁定目标了。是的，空中飞人啊，月亮河这个最大受益点，找一花。两个空中飞人找到一花，火球粘住，这护腕爆弹，直接一个双重惊喜，绕场谢幕一个连招，前面一花往站台上走，上面有车要坐吗？不坐，玩滑梯去了。滑梯啊，先玩板，那玩板的话，下一个双重惊喜感觉要倒啊。其实现在倒地节奏还可以，只要不要说是能让夜雨这边太轻松管到遗产就可以了。主要这个看一下密码机起点那边在修的话呢，还是太远了。夜雨想了想，还是打手蚁吧。对的，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交出移形去守起点电机了，我终点这边也是有遗产的呀。而且酷役小丑这一局飞轮没漏，可能夜雨也很难意识到他没有带回光环。得鸡蛋一下。对。哦，还是要管吗？不修了哎，又修了。哎，但刚好没看，回头看了一眼，好像不现在知道电机在抖了，但是还是想打手势拦截。对，但是手蚁的话很难打到。哎，2波！哎，哦哟，2波全部都是神出鬼没的偷下来人。不是军少天今天这么神秘吗？这事儿，密码机等一会儿让这个军少天再贴一贴终点门，然后倒地把这个球消了，亮啊，这个球又补上了。而且第2段双重惊喜已经是进入 CD 了。对。哎，军少天那边往终点走之后又做一个假视野，好像又回头了。那这样的话，如果他击倒佣兵之后移形到终点就全毁了，真的是高手博弈啊！就看这波能不能赌对了。主要是人家一花怎么这么能溜啊？这一花太能撑了吧？其实现在酷役小丑说你佣兵你还是尽快倒吧，倒了之后我就可以，他就预判金刚者会移形守终点门嘛。但是你撑的时间越久，这我跟你说，地窖要在这儿，没准真要走呢。对，你撑的时间越久，他可能击倒之后他会先挂。哎呦，一花呀！哎呦，我天哪！还在扭。我的天呐，一花，这有点没给军少天展示的机会啊！本来想打一心理战呢。对，你看他是上一个阵容主要是点了站台嘛，你得开局先逛，然后逛到从起点逛到3站才能有追击称谓。发现是个古董商，直接给一个止戈是吧？对。这一局的话，我觉得喧嚣他的追击压力不是很大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有这种空军啊、杂舰员，他虽然说有一定拉点能力，但是作为赶就是没有人给他点站台，还是起点那个人太硬了。说实话，所以。东玄这边呢也不上当，我就选终点这边，然后呢我去追你的杂舰员，或者我去找你的火箭船员，但火箭船员。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那也别想那么多了，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直接上终点开始追我们的新人选手小天啊。一个定点的红球，还想一波双重惊喜，一次上到2个球啊，东玄这边很贪啊。对，他是确实是把杂技的第1个跳球给逼出来了嘛。哎，但是这个土球没有封住这个避过板哎。
那导致绕不了站台了。对的，是吧？因为我这个身距有点不够了。那待会儿再想办法转回去吧，先玩板区。对对对。哎，想直接转回去吗？因为第2个球已经好了。但这个球这样交的话，它就是一个纯拉距离的球了啊。就是说没有用一些地形，没有到一个必踩的位置。对。前期的牵制还是，当然整体来说到现在还没吃到嘛，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哎呦，抽到了这个最后一个惊吓标记，那有点难受了。张狂响了，这波跳球躲过一次双重惊喜。好消息是东玄这边带是传送，没有办法快速跟进。这边一个球都没上到，围绕了这个。幻象的一个走位啊，绕着胳膊底下走一圈。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球了，可能不太好进行牵制了。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了呀，你看这密码机，我觉得可以接受。飞轮在预判，摇下位置这边也是比较稳健啊，知道你飞轮要预判。是东玄第一波主要那个黑球的位置有点歪。他本来也要调试一下，但是小天的话太相信东玄了。对的。那这样也3台机了啊，这一局。这局其实对于东玄来说还有点危险，说实话，并非没有3跑可能啊。杂剑员还是有回光返照的。对的。这边也是打了一波救援配合，然后掩护火灾调查员过来。调查员过来，然后发幻想唯一。直接弹过去，这波可以无伤救啊。无伤救一定要追一刀。飞轮啊，那算了，想了想，还是空中飞人赶紧贴近，对，贴近小天吧。哎，杂剑员差一个火球给到一刀，这个救人也是非常漂亮的啊，而且还有一个化险为夷，2个人就守门人再救下来的话，2个人都有回光返照，我觉得可以。电机可能会差一点点。对，主要这个空军，他虽然说修的是多的，但是他这个 debuff 马上就要上来了。对。哎呀，这个事儿确实有点难受。其实你看东玄他这把带的是传送啊，没有办法发挥出这个天赋的一个能发挥出作用。对，现在需要小明救的非常好。东玄这边想放一个白球在那边干扰破译速度，但是惊吓标记已经消除了，就是纯把舞台放在那儿。刚才那现在就是再拉回来守一下椅子。那守墓人这边的话，能够把这个时间拖到最后。是不是有个机会啊？感觉看扛刀吧，看这波能不能扛到。哇，想侧刀打到杂剑员，先把守门人打一个双倒。杂剑员交一个最后一个续出来的火球，就差一个火球。但是现在的话，空中飞人也没有，双重惊喜也没有，前面板机能进。先踩板，等空中飞人续出来之后再考虑跟进。80的密码机有点费劲啊，说实话。粘住，哇，那这样的话，感觉平局是有的。对，他甚至东玄还有机会挂上这边的杂剑员之后再续上，直接传过去，91的密码机。他可能觉得这台密码机少。对。那这样的话，先拖传送吧，对吧？就是看求生者给不给拖了。那边等守门人自洗之后，看要不要再新起一台。哎，要不追出去的话，空军就可以把这台电机压好啊。东玄难道发现了487的秘密？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但是也只能平局。是的。487也不是什么秘密吧？飞轮也用了，化险为夷也用了。发现了487，哎，果冻那个位置有点小尴尬呀。往走，他有一把信号枪。没什么问题，因为点的是起点门，并不是终点门啊。然后把487往终点的方向挂。这样的话，起点方向2个人能走的，那这样东玄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你看第一局东玄先来4抓，求生者跑一个完成自己任务。第2局求生者先来保平，然后东玄保平也是完成自己任务。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双向奔赴啊，感觉。那夏军一个野人，这个只能赌一个博弈上的震慑了。空军甚至都没有博震慑的机会，没有一个交枪就完事儿。对，只能说打野人的话，看看能不能我用这个碎石啊，加我这个一个自然交易，对吧？去博弈一下，所以难啊。就手椅上，我觉得杂货商还是下梯型的选点。对，目的给到杂货商，然后小门是空军，小门的掉点空军，红毯的话呢是可以这个隔墙飞跃的这个飞行家啊。对的。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玉林的空军方向走，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追空军的话，他的所有正向 buff 都能用到。对，而且他带的是双团飞轮。对，加假寐啊，假寐很关键，假寐非常关键，假寐让他变成了大副。
那直接过来找一下吧，前面先吸出了一个藤蔓，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不想去踩板，先把他赶到小门最里面。对，这个也是中型板区变成一个小短板，非常准的一拿到个藤蔓，一个碎石加一刀，第一刀拿得非常快。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枪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交了。不好交，确实不好交。而且的话呢，前面还是身距没有拉开。 再开一个门，对，开一个门，然后吸出一个碎石，前面还可以用碎石压迫。而且你崴脚枪要不要？你开枪，它会有个定点。哦，躲开，但是来不及交枪了。是的，他要是开枪的话，可能就会被定点碎石给炸到。对的，对的。坏消息是秒倒了，好消息是假寐有用了。对的啊，假寐的话就是可以发挥一下这个方面的优势，但是现在外围稳健救人位，空军他自己在椅子上，现在无论是野人还是飞行家过来，他要博弈了。 他要跟夜雨进行手语博弈了，而且野人这边是被通缉了，可能要飞行家来刷一波换血位移。对啊，不过现在通缉指点一层的话呢，它时间比较短啊，所以看看他们怎么说啊。远偷偷的过来了，你看朱雀这边救人一直贯彻这种神秘的风格啊。先吸一个地表，给到一刀，不过这边只有1秒时间，还是可以救下来的。然后交一个大喷走，稳定不双倒。飞轮啊，这个移形看能不能逼出来。这个藤蔓要自己凭借走位躲开。 这边预判错了位置，回头身距拉开的有点远，再开一个门，但是我直接翻板出去，一个藤蔓没有炸到空军。对，这个门开的效果不好，因为你开了门之后，空军还是可以翻到这个板壁和交互区的。板子要是踹了就有用了。对的，板子没踹的话，就你看这波踹的这身距很多。你看一个非常长的蓄意刀导致你的信号枪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是的，但是只要有枪在，就还有希望。对，就算你没用出来，也可能会有队友飞行家可以用吧，是的，可以用一下。但是这波的话，你要救援的话也是有风险的。杂货商，你看他现在，有一个定点碎石嘛，然后待会儿再续一个藤蔓，一个地表，是有救不下来的风险的。是，确实有。但是你要卖了的话呢，又很可惜。卖了的话，就是空军这个枪就只能等飞行家了。下猪的时候会定点必吃一下炸，对的。所以这个对于一花来说，这个博弈非常难做。你看。 哎，没有插刀，开了。那先吃这个空，然后藤蔓再空，要搏震慑，极限很极限，敢扯吗？一花，哇，这一波救人心理拿捏的太死了。哇，一花这个大心脏选手啊，前面吸一个空，而且现在又给了玉林一次交枪的机会。玉林想了想，这把枪。 得努力一下，尽量避免被控到。啊，如果说被藤蔓控到了，这枪还是交不出来。哦，交出来了，交出来了，但是空掉了。对，但是藤蔓这边也空掉了啊，双方就互相都是有一些损失的。不过也算是拖到了一点时间嘛。对，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只要把技能用完，你就没有遗憾。对吧？就离开这场游戏，你是没有遗憾的。 那空军挂飞之后，只剩最后的半台电机。刚刚是把飞行家状态给调满了，用了这个移情。然后野人这边的话，因为他是道具非常强力啊，有这个野性伙伴，所以也不用着急去帮助他。这一波的话呢，就是看看能不能状态再调一下，或者说呢，尽量保证2台密码机同时开修。这样的话，监管者的目标可能不会。没事，他这边可以有野性伙伴嘛，所以他还可以上猪。野人上来扛压是 OK 的。 前面吸个空，给到一刀，再接上藤蔓，哇，好准的藤蔓，给到一刀，野人要倒了，而且红毯电机好像不太能拉开。对，再吸一个碎石过来，外围倒是已经开始起心机了，想往中场地下室走吗？这一波是，应该是想往中场地下室走，然后野人这边是没有带快摇的，应该是能挂上啊。 那挂到地下室的话，求生者这边有个问题啊，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只能心理学家来救。对，可能要被迫打一波换位。哦，直接开了。哦，直接开了。对，直接开了吗？直接开了的话，那如果说是一个3抓的话，对方3跑可就赢了。是的，而且这边飞行家没有悬停，他自保能力没有那么强。哎，不点门了，想去救野人。这波救野人是对的，因为你看夜雨这边是直接预判你去点门嘛，打跑一个。但是少天溜不动啊，这个点。 先把野人救下来，然后2个人再继续卡。但我觉得多抓面还是很大。哇，这边挂上了，那边还没下去呢。哎呦，这个局面不会要奔着4抓走吧？先过来，先拉一下距离，然后好在那边地下室是离得比较远啊。
过来野人直接上猪，然后远的话呢往大门方向走，选择去开个门找一下一花。那这样的话远是不是还得？远是不是要不点门算了，别给4抓了吧？先想着怎么要不点门算了吧？我觉得是。啊，这个猪的实力他就可能要结束了。对，现在就是赌一下夜雨他生性多疑，这个藤蔓定点，哇，碰到了，给到一刀，精准。但是他没有选择点门，选择的是去救心理学家，救来心理学家。这个局面非常的危急啊。那这样的话，再把野人挂上，挽留时间还有40秒。其实野人是一个过半。对，求生者他怎么样子都可以跑一个的嘛，现在。也不好说吧，就看少天能不能撑住。对，一个人给这边在墓地卡着，不要被发现，然后另一个人去点小门就可以稳定跑一个。对，但是少天已经被发现了，而且传送是好的。得撑，这波一定得撑，得撑到那边小门开完。确实，而且现在跟时间赛跑啊，夜雨这边弹射交一个弹射，心理学家，然后在夜雨这边直接长板变短板，躲开这个碎石，给到这一刀，那边门是开了，那这样的话能走一个。可能会有点亏吧，这个局势。确实，机会留给了成都狼队。对，只要在这张地图完成一个3跑，就可以直接翻盘了。对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夜雨的杂货商是争胜，他只需要保平就可以。我只要把这个勘探员旁边的支教授去击倒挂上挂飞就可以拿到。对，再打一个针对稳稳挂飞就可以了。对，他只要这个阵容中但凡有一个人他是能针对的，他就可以去保平。所以这可能是他最后转变到全使徒的一个点。啊，如果说是杂货是千里千行过去找教授，最近难道说？灵光一闪，觉得你的教授就在小门地上。钟璇想了想，我以为教授在中场，那教授必不在中场，那教授会在哪呢？啊，选对了。好的，直接奔着小天去了啊！再一次考验新人的时候到了。2把的追击路线好像是比较固定的。追击的人选是固定的啊。教授这边直接交一个弹射往木屋方向去走。东玄的话呢，就奔着教授就追了。反正现在这边窗台已经交了，也不走窗户了。这个猫咬到，然后低头压着一下狩猎本能，然后抬头看一眼猫，这个弹射是能交出来的，因为他弹射他已经交过窗台了，外面刚才。然后这边再进中场，发现拉拉队员一直在为他努力着。开局开始飞跑，再交一个反弹，对，拉拉队员开局就这么努力。也确实是带到了他的电击嘛，影响到了一些。对，也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吧？帮一帮队友，给队友在弹射的基础上再加一些小弹射。沉默落地，这边能翻啊！这个身距差一些，其实这就得益于拉拉队员他的一个主力。你看他的基地还在打。对，想念封窗的第一天，想他。这边可以考虑用鳞片顶一手眩晕的。对，鳞片眩晕可以交互的。鳞片顶掉眩晕，哇！小天这一波操作，而且马上就要叠够层数了，前面倒地都不怕了。但是他现在是满血，对，还没吃刀，因为鳞片已经交过了。东玄在骗鳞片吗？难道已经交过了？给到刀，哎，再迎接一下果冻，续上激励，对，叠到25层，交了一个拐弯跳啊，非常的高熟练度。那你现在击倒也不是，不击倒也不是，那也得击倒，那也得击倒。你就算你能。这个起死复生你也得击倒，对的，对。想沉默拉拉队员，这确实是一个处理办法。然后等他这个激励层数掉下去，突然冷不丁的一个闪现，但是教授的盾好了，怎么办？但是能续上来，你看又续上了。没有，差一点，10秒钟还是太远了。不是勘探员怎么又过来了？这事儿闹的。拉拉帮完勘探帮。啊，要不然追果冻算了。想一想，不行，要追吗？这边是2个花球的，反正这么那边3罐磁铁487，你就选吧。谁都不太好追啊。对，闪现先开一刀再说。得，他又找487去了，我有预感了已经。487已经准备帮完一个，再帮另一个了。2个人准备汇合，但是先封住他们想汇合的路线。咬到了487，另外纸猫过来先沉默一下。不过没关系，他这边是有花球的，是可以继续绕的。对，这闪现的弊端就体现在这儿了。对，闪开一刀，你第2刀很难拿。487又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了，准备开始交磁铁，开始吸。牵制了，先吸一下，但是有这个成瘾症，还可以。先沉默，让第2个花球不好续。那就再接一下嘛，转到这边人皇，转到木屋的之后，那肯定要考虑自己牵制。减速也消掉了，然后下一个花球还是可以用的。下一个花球是没有了，已经用过2个花球了啊。
拿过来，哎，还来了， 487又来了，能来得及吗？啊，487，要不给487一刀，但487手里有飞轮，给这一刀，完了，毁中毁，现在就属于是。但是好在现在487和果冻他们的身距拉开的有点多，但487好像又和果冻汇合了，又汇合了，又来了，这么巧吗？那还是可以挂上磁铁，又眩晕，哇，超级长的一个眩晕。这就是说到开局是吧？有勘探员这边求生者的情况下，你打使徒安就很难处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想着幽闭恐惧的事儿了，你知道吧？想这局幽闭恐惧他应该是能触发的，拉回来，但是板子没踩，直接交花球走。东玄这边经验也很多，不交这个跳，这个猫已经很大了，翻窗过去之后，这一刀终于要拿到了吗？做到了。哇，这3分46秒，使徒安击倒第一个求生者。密码机抬头一看，密码机已经只剩最后半台多了。木屋还没有地下室，这依旧下来密码机就够了。有幽闭恐惧的情况之下，但是问题是什么？东玄是闪到底呀，他闪到底的情况之下，只能不手乙了，直接正面选择挑战487。他闪到底，他幽闭恐惧的作用就很小了呀，除非能把人在门口击倒。对，而且487现在手上还是有一个磁铁的，还是你要去换节奏也没有那么好去换。对。2个猫连晕，控词打一个消死，哎，这刀没有跟上吗？一个受击加速跑得会比较快一点。对，但是他有点是不是在防飞轮的感觉？给到一刀带走，那终于也是开出了2阶外围新机也在修了。那这样的话，把487挂到大门外围的化险为夷已经没有了。有个地下室，有地下室。487这一局是没有带快摇的，但是在火光返照，对，还是没有选择挂在地下室。使徒安的地下室的优势也不是说特别大，他尽量还是要挂在那种开阔点位打手乙会好一点。他现在如果说干等着这个密码机压好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想沉默一下附近，但是2个人都没有吃到这个沉默吧？是的，没有吃到，已经在修密码机，马上就快压好了。而且这边来救人的是佣兵，就算你开门战秒击到487，也是有回光返照的。是，弹走，密码机直接点亮。你现在追谁？只能盯着要。先击倒这边的佣兵，击倒带气管吗？但是你是没有带底牌的，那就闪！哎，这个闪现没有蓄力，完了。那这样的话，感觉要有可能奔一个4跑去了，因为现在小明他是有2个护腕加一个满状态的，再弹一个护腕，已经追不上那边了。而且小门就是地窖，他甚至不用走，有点4个人一起跑门就可以了。东玄好像没有意识到佣兵交的第2个护腕，现在在排点。脸上是没有人的，是的，脸上没有人。那现在4个人应该已经到门口的一个位置了，佣兵也到小门了。那这样的话，再来大门看一眼，没有人，佣兵也出门完成了一个4跑，成都狼队逆转翻盘了。那这样的话，也是要恭喜成都狼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逆转了这个比分。虽然说有一个3比6的落后，但最终又还了一个8比1。还真给4跑了，真给4跑了。哎呦，博弈，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它是强控，强控就意味着求生者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道具机会交出来。然后我选艾维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密码机呢停摆，然后看你求生者谁的。这修机 debuff 就跟其他阵容不一样，它会导致队伍里有2个修机羸弱，从而导致密码机进一步的减低。是的，就感觉监管者选艾维的话，好像就是大家就众生平等，管你是什么角色，反正我都一样追。对，所以这边是选了一个来看一下真真9的一个首要追击目标会放在谁身上？应该是本体追一个，然后1-4人往中场去控，去压制中场的求生者，因为这边会有3个求生者被压住，然后再加上 S 版或者说甲门那边的密码机被压住之后，求生者的一个阵型会非常分散。这边直接是把这个铲子给逼出来了。对，来追一下笑笑，主要不是要追他，主要是首先看能不能消耗道具，其次是把本体挪到中场，再让1-4人去进一步控场。对，其实追这个救人位的收益是很高的。这样的话，如果说能击倒他的话，可以吞掉化险为夷。对，尤其是像这个阵容，你看
全都是猛男，那肯定要把化险为夷尝试去压制一下。而且守墓人的话，你牵制艾维你是天生的一个劣势嘛。首先你没有牵制技能，其次的话你这个铲子可能会被我喷出来。对，不过这个身位的话，对于笑笑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离得还是比较远的，前面还要有一波下闪的一个博弈。哎，这样的伊斯人喷没有喷到，那可能要等下一波的寄宿了，或者说我考虑一个闪现的节奏。对，要不要看看能不能尝试闪现去打断守墓人下铲？对，但是这边守墓人是不给机会的，而且但是61的一个牵制度是有机会把它喷出来的。对，看一下前面如果在圈里的话会直接出来的哦。是的。哎，极限97的一个出圈，非常尖，所以这哎真九现在有点难受，我就硬不看你，你只能闪现开。对，闪开第一刀，然后99，差一点，这边其实笑笑有点这高压锅要炸了。对，笑笑刚本来想的是我回头看一眼，但没想到那一眼只是把97移到99。是的，不过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技术。看有没有，其实也差不多了。看这波，能抓住机会卡下板，没卡到板。哎，对，弹到了，折上去了，下铲，坏了，完了，那这样你这个追击节奏彻底断了。对的，因为你2波的一个本体寄生喷全给了，技术也给了，不过还好铲子的其实时间不够了，要不然去博弈还好，有追猎还好，但凡没追猎，这个人可能就进板了。就是前一秒感觉要上天台了，还好这个守墓人没铲子了，对吧？赶紧回来。那还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节奏都可以接受。是，现在的话基本上是5-5开，但是求者这个阵容化险为会比较多，再加上有一手骑士，到时候是可以过来进行保人的。主要是你独栋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对于求者来讲，地形是比较有利，没有那么好干扰他们。对，而且还有一个高低差，下来的人如果有身位的话，是可以进行牵制。对，脸上就是双板区，那这样骑士预测了一个技能跟相持，但是真九这边直接给一刀，那救人这方面真九是赚到了。不过这个荣誉共鸣的话，对于伊斯兰这艾维来讲没办法。看一下这波技速，这波技速能不能给他直接喷出来，很关键。93，一下95，那我还是不看你嘛。对，选择往前面走直线，毕竟我在铲子里面也有一个移速的加成。对，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再来一波震颤，拉开距离。对，这边想要倒在角落铁轨上，然后用配合一下电车，拖一波时间也可以。而且最重要是这个点位的话，离外围的2台遗产机都是比较远的，是干扰不到的，除非这样的时候真就把本体挪过去才行。而且教授还有一个化险为夷没有开嘛，那这一波压满去开一个化险为夷的话，密码机其实差的不多。对，真九这边是本体要压一下奈奈，把奈奈压走，然后这个时候再传回去挂人。就监管者现在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就是他是一个张狂的，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后期。对，而且凶者这个时候你看外围其实还有化险为夷的，到时候化险为夷套凶者甚至可以再打稳一点去新起一台。主要就是怕被什么呢？怕被这个教授等下扛到刀。他如果扛不到刀的话都还好。看一下真九，让到密码机嘛。对，真九要着重去压脸上这一台，所以凶者这边应该其实是考虑要去新起了。是的，但是。看他们想不想去抢一下吧。52的一个进度，其实理论上来讲还是可以抢。对，是可以抢，因为另一边套上化险为夷，2个人再分开走是有机会的。配合这个破位加速嘛。但这边花瓷的一个路易好像是先15，反正现在先把这个化险为夷时间给拖掉，不能让求生者去白吃这个时间。对，而且需要注意笑笑他必须全程走直线，不能有任何的拐弯。是的，是的，这个还是比较有要求的。对他来讲的话，现在就是。在跑步机上，他要想让自己在这个跑步机上面一直走，对他不能回头，但凡回头侵蚀度就叠满。对，但是这个时候要来抢压99的，好像没有队友能够支援一下笑笑啊。他这里的话，想要拖到密码机压好还是太困难。对，这边追猎也起来，应该是要倒地了。续刀，这边没有办法的，离板子太远了。追猎是一定能起来的，那另一边的话还在抢，然后也有一双手在出去新修。对，因为求生者这边密码机的话，他抢不开嘛，那怕伊森调回来之后再锁住密码机，那必须要新起第6台了。对的，就看这波黄金30秒，对于真九来讲能把握住，他必须要在这个时间里面。落地喷，哇，骑士唯一手硬修，着急卡一下侵蚀度，这样的话6的侵蚀度末世比较危险。但还好他是木偶师。对，看看这波路易要怎么教。开门这样的木偶师确实是比较权威的。你看花瓷这波很稳，他知道我在下板的时候可能会被你喷，所以我提前先教路易，然后我再去下板。是的，他路易都连着教的，这边一个双普攻预测，你又没有办法出刀，不然的话你就得交闪。是的，那花瓷这边他这个诗句是教的有点早，所以说也是被击倒了。看这波时间有一个2阶的，奈奈在脸上88的，而且有闪现，对，很危险。这个位置他不好去。看这个飞轮有一个飞轮的博弈，但这个位置飞轮交不出来，打出震慑板的一个僵直。不过另外一边的来讲，轮开了，对，应该是能拿一个3抓，应该是一个3抓。小迪不太敢过来，我觉得。
主要是当时骑士想要去保一下木偶，但是他这样的话自己就身距拉不开了。对，亏身位了。然后2阶落地之后呢，我还有一个闪，这个飞轮也不好交。看一下教授这边太远了，真的过来救不了，应该是就准备主要是直接自己走不了。一旦失误了，我就是给一个4抓呀，就没有必要。对，那我3抓的话还可以相信队友，对吧？那我4抓的话就等于说，浪费了一个好机会。是的，那么随着教授逃出庄园，这一局也是 A 保证。那他这个迷烟炉的话，其实如果说它就是一个理论上限的一个事情，对吧？他如果这个道具用得很好的话，他也能让进攻者根本找不到人，或者说我就起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牵引时间。对的，对逃脱大师这样的一个角色熟练度，放一起的话真挺厉害的。对，但是道具消耗可能就比较大了，因为逃脱大师本身道具还是蛮珍贵的嘛。那白鹿这边也是补出10字，因为脸上3个角色总有一个能追。来看一下白鹿这边，先往中场压一下，等一下自己的愿力。白鹿他的打法是属于那种不着急直接去追人的，他会先稍微攒一点愿力，很稳。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右手找气象，没问题。看到这边气象脚印了，抓住一个机会，看能不能2波笼子直接把人给秒了。对的，这边是一个很经典位，有一个8字龙的机会，看一下白鹿这边怎么说。封住整个的一个201窗区，对，过来打一个黑龙。对的，侧边把气象吸走。是，但这边小夜明这个思路其实挺好的，风也是精准的给到了，没问题。那这个笼子是直接躲过去了，看一下第2个笼子博弈，想进板区有点难，进不掉。对，身位太近了，我觉得他刚刚回头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有时候你也没办法，你觉得你往远走吧，一个笼子追上，你往近走吧，他用笼子把你的路给你堵住。现在就是强制博弈，没办法。是的，来看一下这波，对于他们，哎，很细节，小明这个时候抓了一个监管者想抬龙的一个时机，直接砸板，那这样拉开了身距。那气象屏是一直在换啊。对，看一下到时候画什么。看，交飞轮，但是空中还是个落地刀。白鹿这个笼子放的太有说法了，刚好上来就是2楼，神之一手啊！然后这个时候中场密码机你没修了对吧？那我过来看看时长能不能给点机会了。这笼子又是谁的一辈子？这样一脚踹掉之后，对于球人来讲也是非常劣势的一个局面啊。对，实际哪怕换了椅子，这个时候也没办法秒救，因为秒救的话，对于球人来讲，真的丢失的东西太多了。他其实这个换椅子加迷烟炉的一个想法很好，但是他上椅子有一段时间他救不了人。对，这个时候比较难受，没法偷。回来白鹿也不着急，先起个笼子压你。被动交掉，想无伤掏，还是给了一刀，拿点存在感。然后这个是小一鸣位置比较危险，在一个空地，看一下这波博弈。想26也很难啊。回头博弈先给刀压，但很难。对，这不回来砸一板。600分，哇，这也能忍住。说实话，我这个有点，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这真得砸一下啊。主要也是想留着这块板，看能后期能不能再用一下啊。主要是他也很难再利用这种短板了。他其实真正想活的话，还是得靠队友给他扛刀。然后这个点位的话，其实中场密码器还是要被压制住。所以说狗这个位置想救也被，然后想拦一下教授，把这个被动打掉。教授也是直接往前走，这个换眼位应该是能开的。回头过来，再直接补一刀，哎，弹到了，好，那把笼子拆掉可以无伤救。对的，而且他这样保满状态可以继续扛，可以扛，但这边好像是想求稳，因为选择一手有失常过，对，保平再说，保平再说，没问题。那给到小一鸣，他现在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倒角落，对，倒离中场，然后往这个墓地角落里面去带。对，但白鹿这边也不急啊，因为中场密码机是踹过一脚的，所以你始终会少那么一台密码机。本来的打拉扯对局，这个时候应该还差一台密码机。他心里有数，他知道你密码机不可能修完。对，但这个时候你看，一定是差1台半以上。对。所以这个时候白鹿他也不着急，再等，再找。刚刚是看看有没有角色，哎，比如说交化显微的人可能没有携带一个回光返照呢。这个时候白鹿就在想了，这个时候肯定最想找的是陶大师，但他直接找到了，就我的天！回头一个迷烟炉出来，哇，这11直呼有挂，这怎么找到的？但是对这个位置的话，感觉很难牵制。S 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劣势的，再过一个笼子，这一刀躲不了。而且下一个笼子的话，可能要直接倒在这边。对，倒在这边的话，可能还会干到这个密码器。干扰一下甲门。对，都不着急，白鹿他也知道很清楚。白鹿这里的时长也不选择去交给这个甲门密码机。仔细看一下这边正常给刀。还在给压力，白鹿这边的思路很清晰，他就是想看一下狗狗这边是不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对的，你只要敢把你的飞轮给交出来，那我这把就针对你了，思路就很清晰了。对的，
现在这个笼子好像不是很好拿到这刀啊。没关系，哎，小心这个车。在这个位置玩确实有点危险。对，这叫鳞片又挡到了，好秀狗狗，这个笼子能拆掉。这样再下一个笼子已经没有愿力了，飞轮就捏住不交。哎，狗狗现在已经牵制非常多的时间了。我给你一个暗黑心理学，你猜我有没有回光返照？哪怕我没有，我也得装出我有的样子。对，我让你觉得我有，那你觉得我的一个收益可能就很低了。而且我留到第3波，可能你开门战之前，你能上过一波挂也没有关系。对，你看他就是不交，就是要省。我留到最后，我开门战的时候，就算你知道我没有回光返照了，我有飞轮有鳞片，我也能活。对，而且狗狗在这个位置牵制是非常优秀的，拖了非常多的时间，从而导致白鹿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你说我要踹吧，我以为一定有心机在修。那你如果我不踹的话，我要针对这个狗狗，我还得去赌它有没有回光返照。是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就你玩跛脚羊，你面对这个阵容，你把别的人抓了，你遇到这个教授木偶师，你还是难处理。对，二手节奏起不来，这个很痛苦。求生者这边可以选择直接开啊，甚至看一下白鹿这边就是要赌狗狗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正常给一刀。一刀。看一下密码机要不要考虑直接亮，应该是有人贴门，我觉得可以直接亮，但是这个时候在防。他们在这个化险唯一的一个时间内不去开的话，会有点亏。直接点亮。另一边教授马上倒地，对的，脸上是一个桃大，哎，撞脸了，撞脸了，左脸上，哎，但是这个笼子有点内鬼了。跛脚羊的他太大了，对对，他的判定范围会大于求生者。对，但是没关系，这个位置11倒地，对于白鹿来讲也可以接受。不过星夜这边的门能拖开，而且笼子能拦回来。教授是有自愈的，这边我是不怕你啊，我能吃一刀。对，能扛的，完全不怕。对于白鹿来讲，这局还是尝试去保稳一个3抓会比较好一点。大概率要保平了，看一下这木偶师有没有操作。看一下两个，好像路易直接逼出来，回头了。另一边教授应该要差不多要起，而且11也起了，两个人全起，那教授可以选择点门了。11这个地方利用2楼，只要能稍微拖一个笼子就差不多了。对，而且最重要是木偶师还没逼出去，还在脸上。哎，这个笼子钻过来已经贴脸。这个地方击倒是必须要再打拉扯的。星焰太团队了，他甚至没走出来了，说是，但耳边也没听到。那白鹿也知道你星焰可能出来了。是，不过你们两个这样打的话是有风险的呀。对，狗狗也在往这边方向赶，好像，但这个时候要回头看。这个笼子直接找到了，可是这个时候狗狗是能操作的。操作吗？他能吗？有飞轮有鳞片，哇，没补压成功。对，那这样的话有个底牌，糟了。星焰的位置，这个时候他把椅子挪过来，但是没有人敢救啊，要不撤了吧？得走了，算了，再不被留下来，这局肯定就要4了。失误了，没办法，你这个有飞轮有鳞片，但是没有搏一道。对，如果他搏一道的话，那边甚至一救，脸上还是地窖，你想想。对，这把可能还要面临一个的，就还是一样克制。你除非说你真的等到我们后面出现新角色，就属于那种超级3体人，就比如说他上一个角色，他就是又能追击，又能控场，又能怎么样，那太厉害了，对吧？那你不然来了，在这个2个字的跟5个字的中间，还是选择5个字的。按照道理来讲不应该。好，就看一下前期的一个牵制了。一般来讲，大家都是喜欢贴这个鬼屋的边，然后再进一圈鬼板。就这样的一个牵制思路。对，然后在中间去找一个比较难打地方，把自己的一个气囊交出来。奈奈这把也是依旧的一个跑点啊，感觉有点像那种火灾的一个鬼屋公式化牵制。对。然后用气囊去，不交，直接走入近板了。这边也是提前预判会有一个气囊。哎，但他这个气囊，哇，打到刀了。他还有点贪了，因为你下这个板的话，其实等于把自己架在一个对比较危险的位置。对，而且气囊的一个弹射角度要求就更高了，必须要求你要直接弹进板。他其实我进板了，我可以不下板呀，我可以捏着气囊继续往前走。对，你过板的话，我可以用气囊把你堵住。是，然后再去博弈前面那块长板可能会更好一点，甚至还能再省一个气囊。这一个回速贴脸，哇，交出来道具2个气囊全部都交空了。是，这把等于其实他如果说没有气囊的话，比如说他是一个白板角色，他可能还能牵制更久。他就是因为他想用这个气囊，反而导致他的牵制思路掉身位了，还会更乱一点。对。那这样的话，真九的一个开局追击节奏非常不错，但是后面有个气囊没清理掉。来这边密码机排一下有没有气象，没有气象那也要回头了。其实你要是按照这么来看的话，感觉之后我们可以考虑把火灾放起点，因为它确实不太好牵制鬼屋的这个割据。对的。
然后派一个有拉点能力的，可以考虑直接往起点站方向冲。气象可以在嘛，因为气象能飞嘛。哎，但是这边绕过来一个无伤救啊，打到了火灾的针对，那火灾还能把自己刚刚那个气囊回收一下。哇，这个救人还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这样就不会暴露自己的一个天赋。对的，他绕了一大圈嘛。而且这个时候下一波佣兵的密码器还能再修开下来。修完之后再正常吃一刀救一波，到时候把状态一调，3个人场上是2手节奏，对于真正来讲不一定好续。不过他歌剧他第一波追击是没有交过闪现的，如果说第2波的话能够不交闪现去击倒这个火灾，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也比较危险，因为你这样的话，第2个人可能比较难吃我这个闪现的攻势啊。我在调查员的话，他还是挺难。2636，哇！直接闪现开佣兵，想打双倒，稍有一个回速，看一下佣兵这边能摊到吗？想硬摊交互换，哇！没办法了，回头还好是感觉肖他这波处理的非常完美，对，2个互换都交的很关键。一个闪现打2个互换，其实感觉双方都不亏。不，我觉得监管者还是稍微亏一点，因为你闪现去拿来打互换，如果说能打到双倒的话，那肯定是赚的。这样的话还能给到火灾线26的机会，一个飞轮金板没问题。对，我前面是什么都没有了，弹尽粮绝了。对的，看能不能转到那个气囊吧，但是没办法，那要监管者失误才行。是的，我感觉这个倒在自己这个青蛙这个 VK 的表情旁边有点黑色幽默，你知道吗？那这个气囊还得再清一下，是清吗？不行，到时候有可能还能再给到求生者。但是他现在很着急啊，他要去接第3波节奏了。对，肖老师这边是直接过来双修的，是没有回去补状态，把这个佣兵给击倒，收到，收到，那赚了。密码机现在是很少的，他这个时候道具也没了，有很多的决策点，他可以选择挂人打手语拦截，或者说我直接来一个控场的拉扯。但打拉扯的话手里没传送，会有点亏节奏，要考虑去排一下脸上的人。没传送吗？你可能忘了我是谁吧？这个歌剧演员，我闪电侠，我会飞。看一下这个角度，耳鸣起来，回头没有，那应该要回速了。想打手语拦截，其实没问题，肯定没问题。这个病患的话还是比较难拦截的，他毕竟有钩锁。这样多爪直接勾过来，密码机也修到80了。修下来的话应该能够。应该是这个技能留着打开门战的一个拉扯。但是佣兵手里是没道具，要看佣兵这波开门战的牵制能不能稳住了。是的，稳不住的话，病患没有办法赶到。哎，打到佣兵，他保不了满状态，那可以继续针对他。对的，但是 M2C 这边决策很快，密码机亮了他也很危险啊，说实话，他也很难活。对，让佣兵往中间走，这个时候病患可以直接给门的压力。巨博弈这边手满一下，哇，佣兵还要撑。我回头骗红光，一个双板，一个回速回来，一刀没打到，很秀啊！笑笑，救人位的疯狂抗压。M2C 这边病患已经把门给点开了，这个时候再击倒佣兵也很难多抓了。对于针灸来讲，这局大概率就是一手保平了。哇，对，再回这个捏着回速去藏红光，根本骗不到。还在躲，还在躲，再有我的天呐！笑笑，你要干什么？我的天！毁了真9吗？这个博弈也太帅了吧！偏弱惊鸿，宛若游龙啊！说是这个笑笑也身轻如燕，在这个一块短板疯狂躲刀3刀。对的，因为你这个出刀，你这个刚好身后那个位置是没有刀气的，他只是每次都往你身后躲，逼迫你的歌剧风火转向。那这样的话是求者成功的拿到了一个平局，我有一个基础移速的一个优势嘛。而且月亮河中间的那个河是可以直接一个空中飞人跳过去的，很多的一个点位，比如说鬼屋也是可以，但是喧嚣这边是选到了一个马戏团的位置，去抓终点的人，但终点的话是摆了个飞行家，也能够在站台上有效牵制。其实打喧嚣的话就是永远记住，来看一下，他是只能追飞行家的，对，只能追这边的小夜明了。第一波双惊喜，看一下加点，他直接把小夜明的道具给下出来了，不过也是成功的躲掉了第一波的一个双惊喜，其实也不亏，都还行。就是这个起追速度肯定是很快，而且他这样是选择放弃了终点站台的一个拉扯，对，直接出来去201窗这个位置。哇，这直接再交一个悬停，对，双惊喜只命中一个黑球。身距拉的还是非常安全的，强拉距离，但是感觉这个高低差你上来的话也没有拉到很多的一个点位啊。对，但是前面这个位置再进板是可以拖一波时间去等到下一步博弈的时候手里有飞轮。不过他没有弹射嘛，
他是选了一个最保守的打法，一个球都不跟你上这样的。对，就求稳，不跟你拼操作。对，你只要敢放双惊喜，我就交道具。对你放我就交。也没有打上双球，有个飞轮，但是被红球给吸住，没有办法交。这样的话，再上一波双球上到了。虽然说吃了一个板子，但是这边有空中飞人了。对，跳过来这个位置要极限进前面的板区，是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还是要一个白，看一下，哇，又一板，有点疼了。那这样的时候，飞行家手里还有一个飞轮，这个飞轮，哎，可以被抽到刀了。毕竟你飞行家你下板慢嘛，虽然说你砸板疼，但是你下板慢。这样看下来，双方都还能接受吧。其实已经牵制很久了，就是他这里因为砸了2个板子嘛，所以说对于监管来讲，他这个追击节奏其实是比较劣势。对，而且大副是提前来的，密码机到时候再补一下就好了。这波双惊喜排点排错了，大副已经到身后去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无伤了。不着急，大副还要再他想要去多拖一些时间。对，拖一拖密码机修的时间，这样的话他最后一台遗产也能有人修掉。有点想争胜的感觉啊。ACT 他们是不满足于我就稳稳保个平的，对，还要再争，因为抓住了你这个没有双惊喜的时间。11这个时间卡得很好，又是一个完美的无伤救人。是的，这样的话强行拖出了很久。飞行家的话，他的任务就是往角落里面去拖更久的一个上挂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到时候等后面的密码机修开，再去把强人密码机修，最后一台就。星夜现在能过来吗？然后再等一等吧。好像要等下一波了。对，密码机应该还要再修一会儿。那你这样的话，你古董商不来打团的话，还是少一个化险为夷的。感觉想拖够密码机还是会比较困难。得要说这边11再秀一波才行。但是我通缉到了大副了，这样的话，哇，隔墙打残了，可以。那你得走吧，你这半状态也救不了呀。那另外2边都在修。想硬救不走吗？那这个位置要被针断了吧？这样我直追你了。对啊，咬一脚，但逃逸进度有点来不及了。实际这个时候交完道具，我觉得白鹿其实可以不追了，可以考虑移形了。感觉有点像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啊。对，那过来，星夜密码已经亮掉，亏了呀。还有大副自己是没有倒，他把表给交掉了。可是这个时候交完道具的大副变成白板没状态，这个时候再回来抓11，那密码机还是管不住了。有机会看能不能把11秒在这儿，秒在这儿，这局对于白鹿来讲就有机会能制胜。但是没有贴到墙，可惜。刚如果贴到的话，这波就直接贴脸能秒了。哇，那这样的话对穷者来讲又有一个拉扯平局的面了。大副还在摸箱子，现在他就直接摸箱子了，这个有点嚣张了。对啊，监管还没走远呢。是。跳过来，双惊喜中一下，不太够。下一个可能要直接倒。对。要牵回去，牵到桥上。那拉扯时间还有，下一波的移形是50秒，对于穷人来讲，这个50秒是很难拖得出来的。白鹿这边也会有意识再去卡这个时间。给狗狗上一下，应该还能再上2下。是的，好。差不多够了，回头把星野调回来，他知道了白鹿这边就是要拖自己的移形时间去给到开幕战更多的压力。这样的话，求生者他们也不是很着急，因为你这边不挂人嘛，我可以慢慢拖，甚至于说提前帮大副去摸一个道具，对吧？或者说等到后面大副慢慢爬远了，给到一个安全身位，再到时候摸起来也行。那他这个自愈是肯定不能交的，对吧？你要么就挂我救一波，密码机压好；要么呢你就能挂脸上的椅子，对我来救。对，要挂后面2双那个椅子的话，可能会有点风险，可能会摇下来的。他应该是不守的，他还是要去管这个密码机。对，但看狗狗的一个身位实在太远了，这里我觉得可以压一下星夜。这应该是假装守一下，然后再回去吧。压一下星夜了。后面密码机知道走。不想管密码机了。想打压制。看下这波双惊喜，把打到密码机亮了。不过他手上还有很多棍啊，而且还有飞轮。行的话，这个地方不着急，慢慢抗压。空中飞人交完了，躲了一棍，红球黏住，没有办法交道具。第2下打不上，在板子里你有点难处理了。对，双惊喜还有1秒钟可以。这波击到非常高手的熟练度。这熟练度真有点夸张吧？看这波移形了，看这个移形能不能堵到身位了。但是他现在其实没有任何视野，比较迷茫。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对，狗那边的门点的也很多了。有人在背后，但这里是没有人的，没有人，这个整个路上都没有人。对的，该回头，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能听到耳鸣？但是他这里真的有机会听到耳鸣。对，真有机会，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能听到吗？没有注意到。对，
但是他感觉有猫腻啊，这求生者不对劲啊。是这个位置跳过去，要不要看一下呢？隔桥就够了，隔桥看一下就够了。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就在后面，有点渐行渐远了。白鹿实际他是不走的，哎，等下不会爆乌鸦吧？有点极限的，他也没摸箱子，这里再往里面白钻。鹿在秀，但没秀到。这个双定的还是椅子上的人，这样他其实有点拖狗狗的位置了，狗狗必须狗赶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听到耳鸣，他以为是中间卡那个人，那有没有可能大副再回去把这个人给偷了呢？有点极限，应该是不选择去偷吧。狗狗直接往门口冲，应该是要去点门了，那还是要去点门了。保个平，对，保平也可以了，保平也可以了。我其实说实话，11的位置有点太危险了。他那个位置，但凡再往帐篷里面走那么1、2步，可能就要被双惊喜定到。他属于是富贵险中求，对吧？灯下黑。对，在监管的脸皮上走掉了，说是。他这能走，这个有点像在看那个。什么魔道团，哇，直接从你脸上走过，解决之前的问题了。主要是邦邦这个角色，我们有目共睹啊，这角色好猛啊！他们很多选手都是第1局拿，第1局、第2局直接拿。那你现在留到第3局红教堂的一个邦邦，你也是优势地图、优势博弈啊，对面甚至还有一个先知给你抓，你想想，太美了。而且主要是蛮难牵制的。对，但这边堵点没有堵到幸运儿，幸运儿是在最远的点。这一波对于白鹿来讲会有点小亏，但是没关系，这一局除了一个幸运儿。邦的狩猎名单里面还有一手先知，是2个角色都能追。来看一下，就先往中场压，因为中场一手先知，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是一手幸运儿，2个角色都能看得到。这样的话，他可以直接把你这个求生者的前期都赶到一个比较靠近小门和2号机的一个位置。对，然后这边星焰是摸箱子，直接摸了一把枪出来。是这把枪。有点效果的，打邦邦。先拿把枪防身嘛，对吧？邦邦的话，毕竟你得有一个人能控下来。对，来这边直接找狗狗了，秒雷压一下走位，但狗狗不吃这一套，直接拉点。先知这个位置很差呀，赶紧交出一个窗弹，但是这个距离还是很近。对，刚刚应该是没有进入到追击节奏。刚刚那个弹射是没好的。对，所以就这样的话，这个时候这样的话刚刚好，再吃一炸，现在身位还是很危险啊。那手上是有移形的，对，而且前面再吃一炸，张框就好了。张框好了之后，手里的雷就更多，是博弈空间就更大。地形还比较狭窄，这鸟还不好交，难躲。对，哎，这鸟给的好好，可以。哇，满分鸟感觉都没看到外面那个特效圈。这边响了，直接把现在给炸残，前面也比较难牵制了，把你的先架住，窗户给你堵住。5秒雷先压一下，不急，这个位置考虑交移形，直接交一刀，有了，可以。白鹿这个邦邦熟练度也好高啊，感觉。因为白鹿在很早之前就是跟年景2位选手都是打邦邦。这我感觉他是什么呢？他是我不管玩什么角色，我就是很会追人，我很会抓你。对，我知道怎么样能够最快的去把你击倒。还给到守墓人，是一个非常好的痛击。先给椅子上塞颗雷，上点压力，这样守墓人过来的话，远点直接交铲。你说说这个救人怎么办呢？先上了3颗雷了。不着急，白鹿可以离自己远一点。是的，这边防一下震要去博弈这个5秒雷，继续放，继续放2秒的片，再炸。哎，被炸走，但是震慑，这个击退是不够的，因为他是张狂的呀。对，有张狂有耐受力的呀。是的，那这样的话直接救人，打了一个震慑就糟了，因为现在这个先知也是吃到了那个雷的炸，他直接过半，然后。只剩一丝的逃技能救不到了，淘汰了。对，已经没有救不到了。那这个时候还是有压力，因为刚刚看到带着化纤维的病患是直接去了大直接给守门员塞5颗雷，5雷轰顶，这样想预判一下星儿的位置。星儿过来可以考虑有直接开枪救还行，但这个节奏依旧很劣势啊，而且守门员落地就得吃一个炸，可以这把打出来，糟了。前面这个还得再保，但是幸运儿手里只有1瓶香水，保不了。他如果是个手电筒，还能稍微保。哎，但这波你还别说，有效果。26号守卫效果出来了，说是。但是还是没关系，找到了，还是找到了。走不远，张这种小图嘛，走不远。看遥控雷，但铲子出来了，那可以啊。幸运儿这波算是藏脚印藏到了，有点拨乱反正，把这个脚印给他盖过去了，那就很关键。这波还是要倒地。对，溜不了了。但是有一丝机会，现在是什么呢？密码机查1台，而且还病患手上有一个化纤维仪。如果说这波压满救下来之后，然后那边幸运儿再修的话，是有一点面的。对的，就看着最后的30秒了。但好像第5台机子迟迟未动啊，有点远不到。幸运儿
腿太短了，跑不过去啊。竟然跑了半张图，对，应该是要去小镇的位置了。再看一下遥控雷，探一下没探到。这个淘汰进度对病患来讲也很有压力啊。对，越来越有压力了。还要再过来吗？过来，2个雷，没飞过来，等一下，到了呀！这把真的有点状况百出啊。直接去管密码机，这把要4了。有机会走一个，现在还是有走一个机会的，因为他毕竟是帮忙嘛，他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控场的能力。那对穷人来讲，确实是很难去。对，基本上是一个必输的局面，他们很难做到平局，2人 PK 太难了。走一个的话，也是要去把后面的操作都拉满的。而且前面这个位置现在是被压在遗产机了，到时候遗产机在这个位置一倒地，移形过来的话，病患其实外围身位也拉不开。看了这2波救人，我只能说哭丑是真好呀，哭丑真香呀，真好啊！就现在感慨一句啊，浇一个香水，这边直接翻冲，没用啊，人家直接跟你回头就直接吃1炸啊！他这个移形其实也可以不省。但他是想要稳4抓的，他这个技能要留着去找那边的病患的，对，或者到时候再回头的，看一下这波时间怎么样去拖吧。经验已经很 C 了，这里已经把雷全躲了，而且还在借着这边地形还能继续牵制。对，邦邦要踩完这个板才能。已经80的密码机了，但是幸运儿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其实你开密码机还是主要是给自己多留一个点门的选项。对，倒地，我觉得这边白鹿也知道密码差不多够了，可以直接挂。反正没挽留，可以开了把状态补满。对，但是小二明的话，他是觉得开了会暴露身位，还是这样的话还是亏身位啊？他是这样想，如果你挂人我就开，如果你不挂人的话我就先不开，因为不想让幸运儿起不来。对，这样的话就是把主动权留给自己，让你被迫进行一个选择。如果说你来硬追我的话，我是有机会去救人；如果说你不追我，我又走第二的面。看一下这波移形，病患手里最后一个钩爪可以交，可以交，可以交，不要省。但这个移形也是直接移脸上，他这个钩手不好交的，其实。哦，很极限，飞过去可以，飞过来那个给病患1刀，病患被压住身位。对，2个人都没倒，现在一左一右能有机会走一个了。想要遥控雷炸倒，但是这个星夜他是一个半状态。对，我觉得刚刚可以考虑用遥控雷去看能不能摇一下小夜明，感觉刚才就得跟一下小夜明，然后把他给炸倒。对，炸倒的话再回头再找幸儿，因为幸儿走不远。那另外一边病患已经摸到门了，很关键呀。星夜还在争，哇，星夜太会打邦邦了，真的。还有没有星夜他在中后期这个操作，这把可怎么办呀？是啊，很偏一个4了。是的，还在躲，终于要倒了。可是里面门已经开了，燃尽了。等下出去一看，那个座位上面是在发光，你知道吧？想想看这把真的燃尽了。星夜牵制多久？感觉有个120秒起步了。是的。但是还是由俺妈现在多抓，或者说抓到第2手节奏。是。我记得我每次解说杂货商的时候，我都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点比那个守夜人就是更舒服一些。对。但他感觉他跟守夜人差不多，他跟守夜人的逻辑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追倒一个，但是追封住啊。是的。脸上是一个入殓师，那得带移形啊！想了一下，这把得带移形啊。带闪可能都不够，因为节奏太慢了。好，来看一下真九这边先吸个藤蔓，藤蔓，对的，往这个3号机走一走。主要是这手入殓师也是可以考虑压一下的，毕竟带离形。看到这边的灵柩了，然后往前面走，脚印应该也差不多透露出来，知道大概方向。现在还在找，前面可以直接开个墙。他想从这里直接开个墙过来抓这个中场密码机，但那个走得很早啊。那是听到心跳就直接走了，对，很谨慎。感觉也没有特别好追，还是得先攒一下自己下面这个能量条。下一个是准备攒个藤蔓，还是说有一个双碎石？可以来一手双碎石，我觉得双碎石的话是有机会快速秒人。对，而且碎石最重要是可以打断小说家的一个换位。当然开这个门，哎，这里可以直接交藤蔓了。看藤蔓，打断藤蔓，对，很好的思路。他还是得离小家远一点。对，我这移形直接要移形，看这波碎石，碎石能炸到吗？炸到可以，再开个门，开个门补碎石。那这一刀如果吃的话很危险啊！我说他要再等，哇！飞轮直接交掉，把刀躲了，而且碎石也没吃，还给了一个灵柩。对的，但反刚再换位，中就直接秒了，还是有一波机会。藤蔓压下点，压中直接秒，可以。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移形交过了，那么不好意思，我有一个入殓师的灵柩。
而且入殓师是有可能看过小招，你看这边灵就已经画上了，哇，他早就早就看到了，在他当时交易行完之后就已经画上了。不会去，哇，距离好远啊！是的，这个让你没有办法去手乙啊。就是入殓师的强大之处。虽然入殓师没修什么机子，但是你看这局对于节奏来讲，求生者还是一个偏保平。对，小家的话，因为你没有一个弹射嘛，对，飞轮也交过，一个很小的一个角度，不好溜，可以。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很危险。对，该倒还是倒，但是不得不说，奈奈这个身位把控也是非常棒的。那第二波的话，感觉可以考虑不救啊，直接让杂技啊或者野人卡过来就行了。对的。就脸上的杂技卡一下，然后外面直接修机。人九刚也是确定地下室在小木屋，哎，地下室如果在中场的话，其实节奏对于他来讲也差不多。哎，感觉这边肖老师想再刷一个化险为夷，对，想再救一波，但这个位置有可能被打断。哦，上猪，那得让他过来抽了。对。这里的话，这一刀给的还是比较伤的。刷了2阶，也想撞一下，但被打断。那猪被打下来了，只能走了。不让小说家去吸一个树叶，奈奈下一波的一个吸好了，哎，被打断了树叶的一个换位，然后再上一刀，哇，很会对策这个小说家呀，人九这个熟练度很高啊，而且手里的移形也好了，看一下这波节奏怎么衔接，找谁，很关键。求生者摸得好快，他们应该是点了这个摸的一个天赋，对。第二波再找到野人，他的这个野性伙伴是很好的。哎，炸到了！炸一下，那再吸一个门，感觉有些秒。对，机会来了，再炸一下。差一点，差一点。没事，手上还有一个移形，直接切传送。直接传送，落地找小迪。毕竟你这个入殓师已经把道具给队友了，你灵就交过了。过来直接拿到一刀，我吸地拿到一刀后，这个藤蔓还能再有机会拿刀呀。是，另外两边求生者的一个密码机破一刀确定了，锁到你的脸上。这边的话，入殓师他也不敢翻，没有弹射。再开个门，哎，但这个门没开好，没开好。对，好博弈。哇，这个地方太短了。对，打咱们博弈，恐惧震慑拿到可以，没问题。那接下来其实问题就是这一手野人。化险为夷，留到开门战之后还有打拉扯的空间的。要被吞了，就是得看这个杂技怎么救了。他是这波直接把人给往密码机挂的话，求生者很危险。对，还差最后一下摇，看一下开始极限挂上，摇不下来。现在的杂技得赶紧过来了，因为他有可能直接拦出去。对，有可能是要直接去找外围的一个笑笑的。但找野人的话是比较难，野人可以骑猪走。野人应该是处理不了，能走，除非说失误，但失误的概率很小。然后直接上猪的话，你想把他击倒还是挺难吃力的。对，这为什么野人这个角色他比较好保平走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好去加节奏。但其实真正有他其实也知道，他就是在这边消耗野人的上猪次数，去拖他的那个上猪的持续时间。他现在是慢慢拉扯，打一个消耗战。因为杂货商这个角色中后期抢节奏只能通过拉扯的方式，如果你要想打一波救不下来，或者打一波快速击倒，其实很困难的。不过他这里的话，好像这个野人的这个时间要到了。对，他就是在赌，消耗这边的一个持续时间。对，而且他没有选择拉走啊，他结束的一个时间在密码机边上。再开个门，这个位置很危险。哎，抽到，抽到。国入殓师也是多攒出了一个灵柩，其实对于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运营空间的。对，这局真人9其实也在赌，他有一个可能性是再赌这手野人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其实对于他来讲，这把想要争夺还是挺容易的，因为后期的话他手上有船，然后这边入殓师跟野人都上过挂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多容易4不容易啊！入殓师第2个灵柩又出来了，密码机他不好控就是。对。哎，被红绳给封住技能了，糟了！密码机能压好了，走过去好像也来不及。入殓师可以选择强亮吗？92，得走，我觉得可以走，我觉得可以走，我觉得可以走。想卖自己。先封一下密码机，96的密码机差一点，拉扯炸一下。这时候杂技要不要选择过来支援一下呢？来了，过来了，两个人要抢这台密码机，那他就得一直吸这个密码机，对，然后看能不能去找到身位。但这波应该是哎，飞轮躲掉一个炸，有一个续刀长刀打倒，这个入殓师是可以不用管的，对，就看求者这边怎么选择了，看野人另一边怎么亮。这一波的话。
感觉是要考虑直接反。那你这个领袖一交的话，我肯定先抓你入殓师的，就找入殓师，把你上挂飞给你处理掉之后，我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争多抓了。其实他这个领袖不该放密码机边上的。但现在的话，野人是能够跟杂技打一个换位，杂技去压密码机，然后野人去点门，这样的话对于球员来讲是最好的选择。你像这入殓师开门战，你很难不被秒吧？打一刀，然后可以考虑直接开。完入殓师只要一击倒另外一边的门，你是很难点完。对。这局对于针灸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三抓面，无非小迪这里能撑住，撑到门好，很难撑。对，这边充能太多了，该倒了。一个开门加一个加速长刀，直接把你击倒。那门已经开到一半了，就是说挂人有机会走吗？70的一个进度，再冲，杂技这边是不是想走传送来得及，传送来得及，传送过来要开了，能走吗？哎呦，那他走掉了。我的天！野性伙伴在最关键的那一刻又为穆罗挡下一刀，太有效果了。那这样的话，就是 M2C 最终获得胜利。哇！